听得方家人脸清清白白的，可他们几张嘴哪里反驳得过这么多围观的人？村长，这乡亲们有这样的富家，我这日子也是没法过了。富家，这话听得大家伙一愣一愣的。方彤抱着闺女，一个劲儿的求村长给他做主，可这他不已经做主了？说了是方家的不对了呀。方彤要的做主，可不是轻飘飘骂两句，没见他一哭二闹三上吊都用上了，那是有大目的。见老村长没懂，村长，我也不怪我爹偏心我大哥，毕竟他儿子多，我们兄弟3个，我又只有个闺女，我爹才看不上的。偏偏我又是个没本事的，也不能给家里干活，你说我爹要我这个儿子有啥用啊？老村长愣了一会儿，对上他那萌眨巴的眼睛，突然反应过来了。要说这老方头啊，有个弟弟，壮年的时候就没了，一辈子也没成亲，没儿没女的。这家方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，就一直想给自己早走的小儿子过几个儿子，刚好大儿子命里也不知道是多子多孙还是咋，一连生了3儿子。他起了这个念头，就特别疼方彤这个小孙子，想让给早亡的儿子顶立门户。不过方老头不同意过继，也就一直没动静，直到老太爷走了，这事儿也没成。他听这意思，方彤难道现在就在琢磨这个事儿？琢磨半天，觉着借着这个时候帮老三一把也不是不行。那个老方啊，要我说，你要是真不稀罕这个儿子，要不就过继出去吧。村长，你说啥呢？我过继儿子干啥？谁家嫌弃儿子多啊？你忘了，你爹还在的时候，天天念叨呢。不可能，以前我都没同意，现在我更不能同意了。你有啥不同意的？老三都让你们给弄入赘去了，本来就是人家秦家人了，以后你摔盆打翻都有你家老大。按理说，当初方彤入赘，他们已经把他名字从族谱划了，可以理解为断亲，但也相当于嫁闺女似的。以方家这段时日的作为，明显是没当成断亲的。这时候只有过继出去，才能彻底摆脱方家父母身份上的压制。刚才老三那几句话，别人听不明白，他还能不懂？哎，村长，我爹生养了老三，总不能人这么大了去给别人家当儿子吧？人都没了那么久了，还要儿子干嘛呀？啊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就是人没了才可怜呢。你爹这些年啊，好像也没想起你二伯吧？这可怜呐，逢年过节也没人念叨念叨，这不得成了孤魂野鬼了呀？是啊，这么些年，虽说家家户户也有死人的，但大家偶尔还会念叨，到日子也会去坟前薅薅草啥的。这方家人坟头草可不矮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不乐意念叨罢了。他连老二这个傻了的都舍不得过继，老三就更不用说了。要是他爹真能过继就好了，省得一有什么事他爷就说什么孝顺。正僵持，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让让，哥哥。方南之转回头，果然见秦燕坐着轮椅，有村民给他让出位置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婶婶呢？怎么哭成这样？村里这么多人都过来了，闹得太大，我没让娘过来。我是秦家人，我过来就够了。乖一点啊，哥跟村长说点事儿。他轮椅往前移动。不是，你咋来了？秦燕没回答，面无表情地瞥了眼方家人。村长爷爷，我能说几句吗？当然能。这方彤现在是你们老秦家的人，你是家里一家之主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你当然能说。没想到连秦燕都来了，今天这热闹一茬接着一茬，咋还越来越好看了？村长爷爷，方叔入赘我家还没有多少日子，方家的人已经上门好几次，在外面抢过我娘的东西，还上门要吃要喝。我的腿是这样，我娘的性子，村里叔伯婶娘们也了解。他一开口说话，周围人就不自觉地放低声音，也没人打断他说话。不想给我娘惹麻烦，我已经忍了一次又一次，可如今方家盯上了我爹留下的方子，我实在不能继续视若无睹。方金口中的方子果然是人家秦家的东西。这两家结亲，结的应该是两性之好，我们秦家也从来没有图方家什么，甚至也很少来往，可方家却把我们秦家当作好欺负的，屡次三番的来找麻烦。我希望这件事儿，村长能给我们家做主。燕哥，您这啥意思啊？你是要替你娘休了我吗？我不活了，把绳子给我，让我去死吧！被逼着入赘，本来我就抬不起头，我这一个大男人还让人给休了，天呀，娘啊！你们真是一点活路不给我留啊！方南之见了不阻拦了，还跟着爹一起去拉麻绳。爷，我陪你一起，你带我走吧。大伯之前就想卖了我，才逼得你不得不入赘，现在又要害你被休，以后我就没人要了。
原来读书都是用来算计人的，以后有人问起，叔叔婶婶们可要为我和我爹说句公道话，可不能让这么坏的人去科举害人啊！方老爷子一听就要骂人，被方金一把拉住。秦燕虽然就是个臭小子，可大伙还真当他是什么一家之主了。他们一唱一和的，明摆着就是冲着他来。哎，老三，哎呦，你别闹了，你听我这个大哥的说一句，哎，你先把那绳子放下。转头又看向秦燕，就今日这事儿吧，它就是个误会。起因呢，无非就是你家荒地没人开，我之前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放心啊，之后我肯定会亲自嘱咐我那俩儿子，让他们不要把这件事给忘了。他伸手比划一下方彤。至于老三这儿吧，还是劝劝吧，这点事儿你何必呢？这是硬的不行，又来软的。我不觉得今日之事就可以这么草率了结。可能你从小被家里人护得很好，兄弟也没有能跟你争一争的，村里人更是觉得你是读书人，很少跟你争什么。可我家的情况大伙都知道，今日这事儿轻轻放下，以后你们方家再上门闹事，我还能护住我娘几次？我们秦家让方叔入赘可不是为了引狼入室，不如咱们就快刀斩乱麻。身后的父女俩一下子就嚎啕大哭起来。这下围观人都同情地看着方彤，方金冷冷地看着秦燕，恨得牙痒痒，心里却知道以眼下的情况他很难扭得过他们。他眼中的怒意跟他对视的秦燕看得一清二楚。老方啊，你不同意过继，是真想逼死老三和孙女？咱们村可不行出这样的事儿啊！方老爷子垂头没说话，老村长目光落在方金身上，方金很不甘心，想不明白村长到底为什么帮着老三，但他没办法，真要传出去逼死兄弟和侄女，那就是不义不辞，科举路直接就断了。爹，您跟我来。父子俩回到院子里，不知道说什么去了。围观的人面面相觑，都在等个下文。哎，爹，现在可不是争一口气的时候，您真要为了啥也不是的东西，连我的前途一块赔进去？咱们也没干什么，怎么能他们闹一闹就平白无故给个儿子出去啊？这日后我在村里怎么抬得起头啊？爹，您难道觉着这事已至此，您不把老三给过继出去，在村里就不丢人了？还一样丢人，不但您丢人，我也得跟着一块儿丢人。他伸手指向外边，您看看老三去秦家的这些日子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您是想要这个儿子，可您管得了他吗？如今呐，您不但没办法从他身上得到点啥，再怎么放任他来闹几次，我的名声和仕途可就全完了。如果我的前途没了，您再多个儿子他有什么用啊？院子外头的村民们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终于父子俩又出来了。村长，过继的事儿我同意了。你们真想好了？这可是大事儿。方老爷子低着眼点点头。这事儿你老婆子有意见没？方老爷子摇头表示不用。老三这就要给别人当儿子去了，这么大个儿子没了，他总得要点好处吧？啥？爹，你不要我了！他又表演了一出声泪俱下。爹呀，我不知道大哥跟你说了啥，但是你要是想把我过继出去，那我就死在这儿。我死了也要当你的死鬼儿子，我变成死鬼，日日夜夜的跟着你尽孝心。这哪是尽孝，这是嫌他活得太长了吧？本来想要点什么的事儿都顾不上了。围观的人见方彤这悲伤欲绝的反应，心中却难免有些唏嘘。老村长都就有点懵了，难道他会错了意？方彤原本不是那个意思。方彤，你过继也未必是坏事。你爷既然生前一直在念叨过继的事儿，你这也算是替你爹尽孝了。对，你爹身边还有你大哥呢，这样也算是给秦家一个说法，以后你带着闺女儿总算能安生过日子。大家伙说的对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村里人都看着呢，就算过继了，这谁敢说你不孝啊？方彤面上虽然依旧伤心，但没再闹着当死鬼。你们家有笔墨纸砚吗？拿出来吧，这写了文书按个手印，今天啊大家都在，正好把这事儿给办了。方老爷子将村长请进屋子，才拿了笔墨写文书。村长，既然要写，别忘了带上我闺女，我入赘的时候就带着她，这过继我也得带上。村长闻言看了眼方家人，见他们都没反应，就知道他们也不在乎这么个丫头。方彤心中也暗自松口气，闺女跟他一起就好，他可不想等闺女长大了，到时候方家万一出什么岔子，再把主意打到他身上。写好文书，方彤看着大哥先看了一遍，他爹才按上手印，他也按上，村长作为见证人也按了。好了，
以后你们就各过各的，不要再为了一些事儿就吵吵嚷嚷的。当大哥的好好读书。老三，你更是在秦家好好过日子，听到没有？在场的人都点头。村长见秦燕似乎也没了什么意见，这才打了声招呼走了。方彤喊上闺女，推着儿子，一脸颓丧的离开。以后啊，你们相依为命，秦家也是母子俩，有啥难处跟咱们这些左邻右舍的说。方彤，你们说的那个蛋糕是个啥东西啊？能跟咱们说说吗？听那个意思，只知道也是能赚银钱的。是啊，秦燕，这方子是你家的吧？那以前咋不用呢？您这话问的，以前人家秦燕爹可是秀才，有功名，哪有功夫去弄这些有的没的呀？人家也不缺这钱。秦秀才走了之后，这就更不能说拿就拿出来了，不然还不让那些个全给抢去啊？连走带唠，一群人给自己聊明白了。老三，以后在秦家也好好过日子吧。凤萍咱们都知道，也是过日子的人。哈哈，咋还叫老三呢？人家现在不是老三了，是老大了。大伙儿说说笑笑，各自回家去了。回来了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没事儿没事儿，能有啥事儿啊？有也是好事儿。方南之打开文书，高兴的又看一遍，才还给他爹。要是今天把二伯带回来就好了。嘿嘿，不急，今儿啊咱们不方便，再等等，你二伯呀肯定能回来。他一转头，燕哥，你今天配合的不错，跟你妹妹啊有的一比了。秦燕回给他一个笑容。铁柱几人从灶房出来，他扬扬手里的文书，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说了。过继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是啊，恭喜啊！可不是嘛，嗨，你们那是不知道，我就靠我这3寸不烂之舌给他们全说蒙圈了。别看他们不乐意，那也没用，咱就是人缘好，连村长啊都向着咱说话。是，这可真不容易。就你爹那个老顽固，连你入赘了都不放过你，这下能从他那儿过去走，以后日子可好过了。铁柱啊，我琢磨着咱们家还得再搭2个灶台，府城和那啥楼子的单子一加上，这每日做的蛋糕太多了，现在的灶台不够用。那是饕餮楼。哎，这倒是，可是这灶房也就这么大，这要是再搭2人，人都没地方站了。那就放在后院。不行，这眼瞅着就要入冬了，在院子里做，且不说能不能叫人轻易瞧了去，这天一冷啊，干活的人可就够受了，全都得冻坏了。他们站在院子里看一圈，那也只有在屋里搭了。仙娘，咱们看看哪个屋子合适。2个人走了一圈，其实这几个屋子都不是很小，至少没到不能添个炉子的地步。只不过秦燕的东屋他们不考虑，免得关键时候耽误俩孩子读书。那就这么办，主屋和西屋一屋一个。忙的时候用来干活，不忙了冬天还能烤火，也不算浪费。方彤背着手从屋里出来，一想到明天开始他儿子闺女就都能入学堂了，嘴角差点咧到耳根去。方家那些人以为这方子就是最好的东西了，能赚银子当然好，可他家最好的是这2个孩子。铁柱，跟我去挑石头，二娃滚蛋，你们去挑点粘土回来。爷，我去帮你找石头。方彤一只脚都迈出院子了。爷，你们是去找石头吗？我也去帮你。闺女，这挑石头是个累活，你就别跟着爹去了，跟你哥去学学字吧。我不学字，哥也没有要我学。他刚才跟我说你们今天都忙，他也要跟着婶婶给大家在灶房帮忙呢。方彤赶紧到灶房一看，哎，我说燕哥，你咋还干上活了呢？赶紧回去歇着，看会儿书也行啊。明天呀，你俩可就该上学堂了。方叔，没事儿，我以前干的活更多，还上山打猎。读书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读书也不能什么都不干，正好过来帮大家干干活。方彤看着他，更觉得这样才是读书人。方金在家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恨不得吃饭都让人喂到嘴边去。他还从来没听说读书能把人读成残废的。行，我知道你这孩子懂事，心里有数，但是也别把自己累着了啊。芝芝，捡石头太累了，你就别跟着爹出去了，你也在灶房帮忙。一家人各有分工，忙得热火朝天。方南之一直在帮忙挤牛奶，家里的奶牛跟他已经很熟了，全程都在安安静静吃草，不凶也不闹。偶尔听到小姑娘对着他说话，还哼哼唧唧地回应2句。他们挑石头和粘粘土几乎是同时到家的，料都准备好，接下来就是搭，把石头混着粘土一点点糊起来，倒也不是多难的活，2个屋一起干。方南之乖巧的在一旁递石头，一群人忙活到晚10也没干完。吃完饭接着干，其他人也没走，足足忙了1个时辰，2个灶才算是搭好了。那咱们今天先走了。这是做剩下的，给你们分一分带回去。今儿个大家都辛苦了。几个人打开一看，每个人都一大包蛋糕，还有一些炒得不好看的栗子，但都不耽误吃。不用，这些你们留着，能吃好一阵呢。
让你们拿回去就拿回去吧，不然下次啊，可不敢留你们干活了。几人这才笑呵呵地拿着走了。别小看这些东西，他们每日干活剩下的边角料着实不少，尤其这蛋糕，他们也没啥机会吃，带回去家里给家里人尝个新鲜，可太值了。活干完了，方彤心里舒坦，身上可是累坏了，一边扶着腰一边往屋里走。闺女啊，快来给爹按按。方南枝跑过来跟进屋，爬上炕给他捏腰。对，往下一点，就这，哎呦，八辈子都没给干过纯力气活了，今天这石头搬来搬去，还挑担子背石头的，都不像他了。啊，这还得是我闺女啊，就是这力气小点儿。不行，以后啊，等你多吃点好吃的，爹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你力气肯定就大了。钱凤萍走进来，伸出手，我来吧。方彤趴在床上，这下也不说话了，头都不抬。什么腰还疼不疼的，他已经感觉不到了，只有露出的耳朵微微泛红。秦燕的轮椅进来，看见屋里的情形也没说话。咱们家最近大喜的日子呀，可真多呀！啊，不但来了很多新单子，这奶牛呢，咱们也彻底买下来了。你们兄弟俩还都能去书院读书，这日子呀是越过越好了。还不是你忙前忙后的，这买卖是你谈的，府城也是你带咱们去的，这书院啊更不用说了，还是你找的好啊。方彤这辈子还没叫人这么夸过呢。对，我爹最厉害了，要不是大伯以前把银子都花光了，家里也供我爹读书，我爹肯定是最有出息的。妹妹哪儿都好，就是太自信，不仅对方叔、对我、对娘，以及对自个儿都是信心满满呢。啊，对，钱娘，大家也都记着，今天呀，村长给做主，把我过继给了早就没了的二伯，以后啊，跟方家就不算是再有什么关系了。日后啊，你们看见方家的老两口也别喊错了啊，钱娘你就喊大伯、大伯母。好，我记得了。这下呢，咱们头顶上没有人了，你上头也没人压着，不管我在不在家，不管是谁来，那都不用给面子，说不通就打出去。哦，对了，儿子和闺女明日开始去书院，那日后是不是要住在那儿啊？也不一定吧，今儿个院长也没提啊，咋了？我就是不放心啊，儿子腿脚不便，闺女年纪又这么小，我不想让他们住在外头。我也不放心，这芝芝啊，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，还是个姑娘家，那我每日去县城接送就得了。正好早上要去县城送货，一道送孩子也没多麻烦，送完呢，我回来等下午我再去接。方叔，我觉得这样靠腿走太费时间了，日子短还好，可我和妹妹一旦久了，尤其是等天冷了，到时候恐怕路上会更难走。我想要不家里再买一头耕牛，还能拉车，这样日后去县城也能用，买了也合适。方彤当然也觉得有个牛好，可他心疼银子，舍不得啊。这俩孩子都刚进书院，除了暑修，这日后啊还不知道多少要用银钱的地方。我虽然没读过书，可也见识过方巾是啥样，那笔墨纸砚都得要用银子。这听说呀，书就更贵了。再加上读书人一般都在县城，一起干点什么那都是银钱，不提前在手里存着点留着点，这心里还真是没个底儿。如今这家里啊，是因为做了买卖，这才有了点存银。但是供读书人，这可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儿，那是长年累月呀，谁能保证这一直都能供得上啊？方南枝看着他爹皱起的眉头，就知道他爹在想啥。爹，你别抠了，有牛多好呀！而且你不是要种地吗？种地有牛不是更好吗？对呀，不只是拉车，这家里还有地没工夫种呢。现在家里日日忙活，这半个人都分不出去。这有头牛，到时候再买点农具，能顶不少事儿呢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下次出门，我去瞧瞧，如今这牛怎么卖。好了好了，明日还要赶去县城，白日还要读书，快早点睡，可别到时候啊起不来了。咋啦，闺女？神仙给了我好些东西，我给你看。听见这话，眼睁睁看着他闺女变出一堆东西，一下子就清醒了。这是啥呀？神仙给的药丸。这神仙给的药丸能干啥用啊？难不成吃了能飞升，然后就咻一下飞上天当神仙去了？我闺女要上天了，可我舍不得咋整啊？方南枝一呆，眨巴两下大眼睛，突然也有点好奇。神仙，你有没有我爹说的那种药丸？就是吃了能当神仙的。没有。方南枝这才回过神。爹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大力丸，这是肾宝丸，剩下这些是回春丹。大力、肾宝？爹，我主要是想跟你说这个回春丹，神仙说一颗能让哥哥站起来一日，这样哥哥是不是就能去考科举啦？方彤眼睛瞪溜圆，盯着他手上这个药丸。嘿，要真是能这样，这可真是好东西啊。不过这也就10来颗不够吧？没关系的，爹，我还可以接着攒。神仙哥哥对我可好了，肯定还会有的。方彤暗自琢磨，觉得还真未必不可行。科举听说不止一日，
到时候每天吃一个，肯定能进考场。管他最后怎么样，先考过再说。丸子不够，等考完继续坐轮椅呗。他只听说残疾的不能科举，也没听说科举后残疾撸了功名的，说不定真可行呢。闺女，这回春丹爹拿一个，这科举的事啊，爹有功夫去打听打听，剩下的这些你藏好。好。小丫头伸手就要收回去，忽然又被他爹按住手，这什么肾宝丸啥的，一听就不像是小姑娘该有的。方彤给拿到自己手里，这个爹收了。至于这个大力丸嘛，你啥时候吃一颗试试，看看到底有啥效果。爹，你成日干活，你不是吗？不了，这些药丸啊，本来就是神仙给你的，你也不能都给咱们用了呀。明日去书院就吃一个，我现在年纪小，又是女孩子，可不能在书院受欺负啊。行，正好，爹也怕你上书院受欺负，也不能一直陪着你。要是这个大力丸好用啊，你可得保护好自己。别人要是欺负你啊，你可得动手，知道吧？我懂，人这一辈子啥都能吃，就是不能吃亏。父女俩商量明白了，赶紧睡觉。方家人干完活都早早睡了，可村里人今日好多人都睡不着。这方老爷子也是傻了，把儿子过继出去，他家老二可是个傻的，他们靠啥供方金念书啊？人家的事儿你跟着操什么心？以前那方彤也啥出息都没有，他们家不还是要供方金？那能一样吗？以前是他们家有老底儿，你看方老大都读了多少年书了，现在也没弄出个名堂，这要是考不上，我看方家啊是得完蛋。翌日天刚蒙蒙亮，方彤就起来了，看了眼睡得还香的闺女，没叫她，先去了秦燕那屋，把她先喊起来了。去洗漱去，你这些书都是要带的呀，那我帮你收拾。昨个儿他们在县城没买书，书院如今要用的书，秦家基本都有。秦秀才可留下了不少，至于后边要用的，到时候再说。秦燕洗漱完也跟着一起收拾东西，但他总觉得今天的方叔怪怪的。呀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方叔，你说，要是给你个机会能站起来一天，你想不想今日就站着走进书院呢？秦燕更觉得奇怪了，也有些莫名，但还是认真想了想，半晌他才摇摇头。要是这辈子真有机会，但只要能站起来一日，那也不该是今日，我想用在更重要的地方。这孩子可真是了不得呀，心性太沉稳了。他伸手拍拍秦燕的肩膀。放心吧，没事儿，咋可能只有一日呢？以后啊，这机会多的是。方叔的意思是，日后站起来的机会多的是，但怎么可能呢？周老神医都说我的腿没办法了。方彤也知道有点说漏了，我去叫芝芝起床，这丫头啊还睡着呢。钱凤平将两个孩子要带的东西都仔细检查，家里不能不留人，如今单子多，他得跟大家伙一起干。你们到学堂啊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夫子，不要怕开口。要是书院有什么要用的，回来一定要告诉家里，不要抛花银子啊！要是有人欺负，两个孩子一直到出门，满耳朵都是他的殷殷叮嘱。他担心芝芝是个姑娘家被人欺负，担心儿子报喜不报忧。他们离开家的时候，方家人还迷迷瞪瞪的，只有方银自己早早醒了。他转了一圈，一个起来的人都没有，灶房也一口吃的没剩。他拍门也没人搭理，方银一转身跑后院杂物房翻找了一通，借了个锣。哎呀，方家人都干啥呢？还不赶紧把老二拦住！吃饭，我要吃饭，给我饭吃！方言，你疯了，别敲了，你个傻子！方银根本不搭理，他现在就要吃饭，不给饭吃就要敲。方家人这下子都醒了，一个个都着急忙慌的起来。方金心里憋着气，还得安抚邻里，上去抢老二手里的锣。方银什么力气，他根本抢不下来，还被撞了个趔趄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还看啥呢？还不赶紧生火做饭！和珅捂着耳朵钻灶房去了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。方银这会儿不敲了，蹲在灶房门口，跟一堵墙似的盯着他做饭。好不容易等到上桌，他拿着勺想去盛吃的，被和珅先一步抢了勺子，开始分饭。和珅给自个男人的野菜粥是最稠的，然后方家老两口次之，他自个和儿子闺女吃半稠半稀的，最后才给方银盛了碗稀薄到只能看到几粒米，野菜只有2片的粥。方银撅撅嘴没在意，坐下就开始往嘴里扒。哼，真是饿死鬼托生的。方金也嫌弃得很。老二啊，你前些日子都在秦家吃住的是吧？肯定得给他们干活吧？跟你有啥关系？我弟给我可多吃的了，都能让我吃饱。方金一梗，老三做的那个蛋糕，他总不会不给你吃吧？你见过吗？谁说我没见过？我当然吃过了。好吃的东西，弟弟和芝芝咋可能不给我吃？方家人一下子精神了，连方清雅都盯着他看。作为穿越者，方清雅肯定吃过不少蛋糕，但他没做过呀，只知道大概原料有啥。在知道蛋糕也是方家卖的后，他其实偷摸试过一次。做糖炒栗子都费劲的人，琢磨蛋糕只能是做出来半生不熟，也不蓬松，
还不敢被何氏发现，怕被念叨。那你说说，那蛋糕长什么样子？怎么做的？蛋糕可好吃了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说完，他胳膊一伸，把方晴天和方晴天手里的饭碗抢过来了。这是三弟教他的，在方家吃不饱就抢别人的，必须得让自己吃饱。老二，像什么样子？怎么能抢你侄子的饭吃？他弟说了，不能对爹动手，爱骂就骂，但是不能耽误吃东西。可惜这一碗下去，好像也没算吃饱。他站起来，突然朝着其他人的碗里吐口水。老二，你这像个什么样子啊？有没有一点礼数啊？大哥，礼数是啥？我听不懂。我没吃饱，这饭你嫌弃不吃了吧？那我吃了。方银在鸡飞狗跳中总算是吃饱了。算了，老二，你过来。方老爷子黑着脸，拿了个小儿手臂粗的棍子，招呼方银才不要过去呢。他脑子里记的事不多，其中就有爹给他关小黑屋，一天一夜不给饭吃，全靠三弟偷摸给他塞馒头，还有爹拿着鞭子抽他。他那时候矮矮的，好小一个，不懂得躲，只知道哭。但方银自觉现在长大了，变聪明了，不会上当。方银端着碗就跑，一口都没耽误吃，最后直接跑出门去了。方老爷子看着周围探头探脑的邻里，丢人呀！方银最后一个人吃了5个人的饭，心里满足。还是我弟的法子好。另一头，方彤他们已经进城了，时辰还早，他先去把货送了，才往书院走。哟，来得这么早呢？方彤跟他寒暄几句，问院长在不在。在呢，在呢。你们进去，还到上次那个院子去找他就行。院长，今日早来了点，先让2个孩子拜师。好，我收学生不需要许多规矩，孩子也都小，咱们简单着来。方南之先给他哥让位置，哥哥比他大，当然要在前头。学生秦燕，淮安府。他双手拿着写好的帖子，说的是里边写的内容，有他的名字、籍贯以及一些拜师求学的话。身学笃行，不负先生授业之恩。郑举人笑眯眯地接下帖子，也喝了茶，收了拜师礼。轮到方南之拜师了。过来，先拜先师。这丫头也算是我的入门弟子，自然跟别的学生是不同的。照这个说。郑举人递过来一张纸，他看了2遍就背下来了。学生方南之敬拜先师。不过就1页纸，他一口气就背下来了，一点都不卡壳，样子也特别沉静乖巧。然后又按照先生说的磕3个头，这边就算完事了。回到前头，依然是要跪蒲团。接下来的流程就跟他哥一样。院长，这是这俩孩子第1个月的束修，然后我想问问，除了这些，这俩孩子都还有什么需要添置的，我好留够足够的银钱。不必，之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会让他们回去转告的。今日就先这样，2个孩子留在这儿就行了。哎，好。知道他不好再待下去了，耽误他们读书。好好听先生的话，知道不？有啥事啊，回去记得跟爹说。方南之乖巧点头，看着他爹离开。秦燕，你今日开始就到乙3班读书，这个班的夫子姓魏，今日已经到了。见2个学生都看过来。咱们书院一共分甲、乙、丙3等班级，每等再分3班，每个班级学生学识都不同。比如甲1班的学生，基本马上就要去参加县试，还有3个学生已经有同生功名了。那先生，若是课业进步快，该如何升班？书院每3个月有一次大考，到时候会根据你们考试的情况重新分班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如今在乙班，但下次考教就有机会上前边的班，而前边的学生若是有读书懈怠的，也有可能调到你如今的班。秦燕点点头。时辰差不多了，你先去书堂，就在……我送哥哥去，我也要去看看哥哥在哪里读书，晚上走的时候我好直接找他去。好，那你送你哥哥去，记得马上回来，不要到别的地方去。方南之问好了方向，推着秦燕出门了。先生说，出了这个院子，往左，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到看到长廊。秦燕坐在轮椅上瞧着，书院里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。他们行在石板路上，两边都用砖石围起一个小小的台阶，左手边是种的花草，右手有树有假山。看到了，长廊。方南志将轮椅推过去。这边是丙班，我们可能还要向前。啊，好。他继续往前推，抬头也看着每个屋子上头挂的木牌子，直到找乙3。就是这儿了。
身后有人追上，越过他们走进门。他们果然还是来得很早，这一整个屋子里也不过就6个人。见过夫子。见过夫子。他从讲台上走下来，看了眼这个坐轮椅的新学生，并没有说什么。夫子好，我是方南之，这是我哥哥秦燕，今天开始他就要跟您学读书了。原来是秦燕的妹妹。放心，你哥哥在这里读书啊，夫子自然会照顾一二，你不用担心。谢谢夫子。夫子，我哥哥要是惹了祸，您可千万别动手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会找我爹教训哥哥的。那你家可有长辈来？怎么是你送哥哥过来？我爹送我们来的，不过他已经走了。我把我哥送过来，我也得回去读书了。先生说让我直接回去呢。先生？对呀，我的先生就是这里的院长。他竟不知道院长收了个学生，还是个年纪这么小的小姑娘。好，那你回去读书吧，你哥这里我来安排。方南之觉得这夫子人看起来还挺好的，这才跟他哥挥挥手，原路返回去了。方通离开后，站在书院门口等了一会儿，啥也看不着，才离开。送完货，他就让铁柱直接去牙行等他了。今天走这一遭，他也觉得这黄牛赶紧早买了好。他到牙行，果然看见柱子就在门口的摊子坐着。铁柱，孩子都送去了，走，买黄牛去。大成，他进院子就喊，孙大成一咕噜就从屋子里跑出来了。哎呦，方哥，我还以为我听差了呢，你这哪次来都这个动静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了？我来牙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是，我跟谁不是兄弟，也不能跟你不是啊，下次还找我。他说着还朝铁柱抬抬头，算打招呼了。不过哥，你这次又是来干啥的？不会又是奶牛的事儿吧？哼，看你那点出息，我是来买牛的。哥，你还要奶牛啊？你这是要干啥呀？要这些奶牛？黄牛，我这次是来买黄牛的。这黄牛也不便宜啊。孙大成下巴都要惊掉了。真的假的？方哥，你真发达了，这牛都一天一头的买。嗨，这算什么呀？这都是小意思，不过都是家里要用的物件，那不还是住在村里的？这要是以后能住在县城里买个屋子，那才叫厉害呢。你怎么也得赚钱买个院子，如今家里人口多了呢。是啊，到时候也不用总往县城跑了，村里的地也不用自己种了，摊给别人。牛皮吹得越来越大，给孙大成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方兄弟又来了，这次看点啥呀？看牛？有啊，来，咱们一起去看，让大成啊好好给你说说。跟着管事，他们一路走到牛棚。看吧，这都是现在牙行里有的牛。棚里的牛公母大小都有，孙大成开始给他介绍。方哥，你要是买回去耕地，那就选公牛，力气大。你看看，从这儿到那儿，这几头都是，不过这头小了点。方彤指了指最后那头，那头老了点也不行。除了这2头，剩下的还有3头。其实小一点的牛也不错，总要长大。只是方彤急着用，想赶紧能套车。方哥，这几头都是6两。他走过去，一边听孙大成叨叨，一边上手摸了摸眼前的黄牛。中间的黄牛低着头，看上去有点呆板。他没说话，但心里已经觉得这牛不行。人家说牛耳朵要灵活，看起来不精神的牛，不是累得不行，就是有点毛病。剩下2头，他都掰开看了看舌头，瞧着也一样，至少精神头是够的。这2头都多大了？这2头都2岁多一点，前后差不了2个月。你看起来大小都差不多，都是一个棚子里养出来的。要这个吧？方彤瞧他一眼，见他表情笃定，也没多问什么。那行，管事儿，这头牛我要了，不过这价钱5两6，兄弟啊，这绝对是良心价了。嘿嘿，4两。兄弟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咱都是实诚人，你不能往死里砍呐。5两5。方彤瞥了眼孙大成，管事的，我兄弟都来2回了，能便宜点吧？这样4两5怎么样？陈管事无奈地看了眼他，这样我最后说个价，就当看在大成的面子上，不能再讲了，4两9。行，那就听陈管事的。孙大成也跟着感谢。行了，别来烦我，银子交了，带你兄弟啊去办文书去。好嘞。方彤交了银子，一起去衙门弄文书。这耕牛也算是个家产了。这一次弄完，孙大成还是跟他一起走的，陪他去买套绳、鞭子那些。铁柱，你方才咋让我挑那头啊？那头牛嘴大，脑门宽，但是头瘦长。老人说这样的牛力气大，还灵巧，好用。我也觉得那头牛好，但咱管事的不是在嘛，我也不好做得太明显了。本来还想着咋偷摸告诉你呢，幸好铁柱看出来了。
方哥，我倒是想问问你到底咋发的财呀？方彤瞥他一眼，在口袋里摸了摸，丢给他个东西，一个没开壳的毛栗子。就这东西我要收，你回你们村看看附近有没有地方有这个。不过呢，我只收去了壳的，你们村要是有多少我要多少，都按5文钱1斤。他使个了眼色，孙大成立刻懂了，他方哥5文钱1斤收，在他这压一点，这中间差的他就能赚啊。他哥这是给他指路呢。放心吧哥，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你也别光想着吃独食啊，这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些兄弟，你也记着跟他们通通气儿。这银子啊，就是越多人赚才越有，知道不？放心吧，你还不知道我，忘了啥也不能忘了兄弟啊。交给我吧，肯定都给你通知到。好，各个村我都收，都一样，来多少要多少。不过你们可记着啊，让他们收的时候都先把那个坏的给我弄出去，别给我浑水摸鱼。孙大成再三保证，肯定让他们收的都加100个小心。不过哥呀，这要是10里8乡一起干起来，可要不少银子呢。就这漫天遍野的东西，以前也没人要，这可不是1两头牛的事儿啊。你当你哥真会砸锅卖铁买牛呢？你放心吧。孙大成想不明白了，这毛栗子就这么好吗？靠倒腾这东西就能赚出这么多家当？这东西吧，它本来就没什么可挑的。来，你看这牛锁头结实的很呐，不管是用来拉人还是拉货，只要牛没事，它就没事。后头车我瞧瞧。那您是要板车呀，还是要带棚的呀？这要是带棚的，坐人还可以，但人多货物多，那就挤了。他琢磨琢磨，先不要，日后要是真用得着，他回去找点材料自己往上搭都行。交了银子，老板帮忙和哥仨一起给牛套上车，还白得了个赶车的鞭子。哥，你们这就走了？是啊，回去太晚，你嫂子该担心了。还有啊，那个收栗子的事儿，你可得给我上点心，听到没？走了啊！他一扬鞭子，黄牛晃晃悠悠的开始动。如今竟也赶上自家牛车了，完全是俩感觉。这才离开方家多少日子呀？我也是个家里有牛的了。是不是咱以后到县城来送货就用这牛车了？是啊，送货送人都用得上。以后啊，早上就赶着它，顺便把我儿子闺女也送书院去。那给我也赶赶呗。万一哪天你不能跟着来县城，那我也得会呀。行，你也试试。他扯住牛，觉得铁柱那一边使鞭子不方便，还跟他换了个位置。我打他一下，他就走了。无缘无故你打他干啥呀？这牛都是人家牙行训好的，想让他走，你就喊声驾。驾！牛果然听得懂，开始向前前进。动了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儿。刚出城门还好，走着走着，这路就不好走了。别往那边走啊！他不动，哎呀，你鞭子别往那边打，有树，快躲开！铁柱手忙脚乱的，方彤想指挥也来不及了。他眼睁睁的看着牛车跑进沟里，他抱着车板，可不想摔下去让自家牛给踹死。幸好牛也不动了，只不过摔了个大屁墩儿。方彤捂着屁股坐起来，感觉尾巴根都要碎了。这车让你赶的，咋的？你是想把我送走啊？铁柱在另一头也摔了，他没事吧？没啥大事。哎呀，不过这牛可麻烦了，这咋拉回去啊？两个人要把一个跑到沟里去的牛拉回原路，也是个力气活，还很考验牛的配合。铁柱在前头牵着，方头牛旁边跟着，发号施令。幸好这牛足够健壮，牙形也调教得不错，虽然上去的时候滑了一蹄子，但还是让铁柱借力给稳住，最后上去了。咋地？还试试不？不是了，你来吧，回去问问二娃他们行不行？你要是来不了，还是找个人顶你。这不是熟不熟的事儿，他跟这牛好像就整不到一块儿。嗨，也别这么说，下回啊，上村附近的平地给你练。方彤坐上车，还觉得屁股疼，今天是不行，不禁摔了。方彤熟练地赶着牛车一路回村。这是从县城回来啦？这牛车我瞧着咋不对呢？这是老李家的车吗？老李家的牛车他们都老能看见，跟眼前的这个也不一样啊。嘿嘿，不是，嫂子，这是今儿个刚买的。哈，这整个都是牛和车？方彤也不赶车了，从牛车上下来，让他们看了个够。他拉着牛车慢慢走，可方便了唠嗑吹牛。不一会儿，就好些人都闻风而来。这可真是出息了哈！这是买来送货的。大家都出来看热闹，七嘴八舌的，觉得这人发财了也不一样。看方彤走路都扭着胯走，他这哪是扭屁股，是之前让铁柱赶车从车上掉下来摔的，现在还疼呢。哎，老三，现在这点这牛是不是贵不少啊？咋还没改口呢？都过季出来了。哟，我这不是还没习惯呢吗？我这。行了，都到家门口了，大家也别跟着了，咱们改天再唠啊。一群人一哄而散，这嘴也没停下，赶紧都去找没来的人说这个买牛车的事儿。何氏和方老太太正在炒栗子，自打第一次炒出来，方清雅就没有再动过手了。她拿个木柴都怕划了手，要不是怕这两个人掌握不好火候和糖，她都不想在灶房待着。方家的
在不？去看看，我好像听着你白婶声了。一看人出来，他就走进来了。你娘呢？他说着就要往开着门的灶房走。我给你叫，这灶房里可干活呢，怎么能让别人看去？把你奶也叫来，我可有个大事儿。正好这一锅炒完了，正好咱们出去歇歇。我刚从村头回来，方彤买牛了。啥？买牛？是啊，不止买牛，后边还拉着车呢，一整副回来的。我眼看着从村头牵回家的，刚才可多人都看着了。他哪来的银子买牛？你这话说的，还能是哪来的？折腾这些买卖赚的呗。你家不也干的吗？我刚才站在门口都闻着糖味儿了，还装啥呢？一头牛得多少银钱？得吧，光牛就得几两，再加上买车啥的呢，这零零碎碎的不得可老些了。我看着那牛可好了，油光锃亮的，一看就是好好养着专门卖人的，可不是那耕地老牛。你们都没看见呢，那板车也是新的呢，可好了。见这3个人脸色铁青，这一看呢，你家倒是把最有出息的儿子赶走了，可惜喽。得了，我回家去了。他人一走，3个人的表情就绷不住了。这栗子有几个由头，他肯定是靠蛋糕买卖赚的银子，这得赚了多少啊？方琪雅伸手拍自己的心口，谁都说方金是读书人，可他这个当女儿的半点也没觉得占到什么好处，反倒是家里以为他爹总紧巴巴的，要不是他身世暴露，他这会儿就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天天干活。娘，这前头离开咱家，今儿个就去买牛，要我说他又哭又嚎的，都是装的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。这蛋糕方子咱还得拿到啊。你啥意思？娘，咱绝对不能让他闹一次就不把那蛋糕当回事了，还得去问呢。而且他买这牛，说不定就是动了他带到秦家的银子呢。他都不是咱家人了，这银子咋还能带走啊？这牛咱得要回来呀！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平日里老欺负老三，他能过继出去吗？这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，感情都是我的错了。这方家谁对他不都这个样啊？他们当爹娘的不管，难道还让我一个当嫂子的伺候小叔子？娘，你这话说的，老三是你儿子，老大也是你儿子呀。这时候想起来老三是他儿子有啥用？做个过继也没见他多说啥。哎呀，你们先别想这些啦，有功夫不如想想栗子咋办。现在家里可就剩50来斤了，炒不了几锅，之后咋办？他惦记着有银子分，也不想糖炒栗子做不下去。栗子在村里可不好收，一样的价钱，他们都更愿意卖给秦家。再有，这一茬栗子可没有多少了，山上下来的一次比一次少。他心里也清楚，俩儿子最近也跟着采栗子呢，2个人加一起，一次死乞白赖的也就带回来5、6斤。那咋整？要不咱们贵点收？秦家不是5文吗？咱们6文。这个时候，方金从书房里出来了。哼，这妇人果然愚蠢。你6文收能收多久啊？这栗子还不是只有那些了？而且你这一提价，日后再降价可就不容易了。那你说咋办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。哼，这边没有，那咱们就去别的村收去，把栗子能吃的事儿告诉外村人，2文钱收。趁着方彤那边还没有这么干，咱们还能多收他一点。行，就这么干。不过你少操心这些，马上就考试了，啥也没有这个重要。书院，小姑娘上课还算认真，主要是学得快，让郑举人很是惊喜。只是这一说休息，她就坐不住了。先生，我要去看看我哥哥，他第1日来上课，我不放心。她说着话呢，人已经小鸟似的飞出去了。这孩子不许乱跑。方南之远远地应了一声。先生给他安排的课时是跟着学堂这边来的，他休息，这边也在休息。他主要是担心哥哥初来乍到会受人欺负，再有就是如厕不方便。这里不比家里，秦家的茅厕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里边放了个带空档的椅子，秦燕用的时候靠胳膊就能支撑着来回挪动。这次来书院的时候，他就嘱咐让方彤一并把茅房里的椅子擦干净带过来，就是怕他不方便。可就算有凳子，也得有人给拿到茅厕去。方南之跑到乙3班，探头探脑的，却没有在看过来的学生里看到他哥。小妹妹，你是做什么来的？我是来找我哥哥来的。秦燕去哪啦？我方才看他去后院了，往那边走了。方南之道了谢，又像小鸟似的飞走了。后院茅厕，这会儿秦燕已经从茅房出来了，衣着整齐，门口站着个少年，看见他出来，进去帮忙挪了凳子，转身就要帮忙推轮椅。不用了，青林，我自己能走。今日多亏了你。行，那你累了就告诉我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要请教。你说。中庸中说，道不远人，人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前些日子我因这句话同人辩论了1个时辰，想听听你对这句话的理解。今日在课堂上，秦燕对几次提问都流畅作答。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是，修中庸之道的人是不可能离开人的。如果一个人修道而远离的其他人，那他修的就不是真正的道。要理解意思，其实就是在说中庸之道不能离开人而存在，他时时刻刻在人的身边，
如果中庸之道脱离了人，脱离普罗大众，那这种道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秦燕的解释非常容易理解，还会添加一些自己的观点，能让魏庆林能够看到第三人的观点。他恨不得当时就有纸笔能够记下来。直到秦燕的轮椅突然停下来，他才发现他们被人拦住了。刘明策是地主家的儿子，是班里学业最好的，但人品实在是一言难尽。他今日被刚来的秦燕抢了风头，满心的不服气。这不是咱们新来的秦大才子吗？这么如厕，还有人手拉手陪着呀！刘明策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一个残废还来书院，你这样的人读书能有什么用啊？该不会觉得这样就能卖惨，骗骗那些无知的书呆子吧？他早就想过，书院里读圣贤书的也未必都是君子。来之前他就有准备，不过听到之后，他真的很难有感觉。君子周而不比，怒思其夺。秦燕说他结党且没有公正之心，得势的时候得意忘形，比不过人的时候心怀怨恨，小人行径。魏青林听着，要不是情形不对，险些笑出来。你个废物，还想自称什么君子？你也配跟我比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！四个人把他们团团围住。我2条腿能跑得飞快，可秦燕不行啊。他双手扶上轮椅，想要推着人冲出去。只要离开这边到正院，他们也不敢在院子里撒野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以多欺少的坏呀！快走开！芝芝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我不，我可不是莽撞。今日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。敢欺负我哥，今日就要给这些人一点教训。听这个意思，应该是秦燕的妹妹。这么沉稳的人，没想到妹妹竟然这么莽撞。小丫头，我带着你哥一个逃跑已经够难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哪里来的臭丫头，赶紧滚开！小心我连你一块走了。一会儿别再哭鼻子。我今日还没有机会试试这大力丸有多厉害呢，算这几个人倒霉。身后的秦燕来不及阻拦，就见他迅速朝着眼前离他最近的人冲了出去。这不过就是个没他大腿高的小丫头罢了。别看他是读书人，一只手拎起来都不成问题。没想到下一瞬，方南之一手抓住他胸前的衣襟，另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臂，腰身一拧。其他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就这样被摔过头顶，后背着地，一条胳膊还被人攥在手里。方南之松开扯着他前襟的那只手，把人一脚翻了个身，手臂背在身后，这才喘上一口气来。哈哈，原来大力丸这么好用呀，有个人和丢沙包差不多哎。放开我！一只脚踩在他后背上的方南志撇撇嘴，手上也没觉得多用力。眼前发生的事情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。把他给我抓住！魏庆林回过神，心道不好，可眼前的一切又让他和秦燕都不知该作何反应。方南之也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抓住冲过来的刘明策，抡起来就丢了出去。大伙人一下子撞到凉亭的柱子上，眼前一黑，摔到地上就爬不起来了。剩下2个人，他也如法炮制，该丢花园的丢花园，要不就摔一块去。哼，不服气，还敢不敢欺负我哥啦？秦燕，你妹妹是天生神力的女力士？他可从来不知道这回事，也是满心疑惑。可还不等他把妹妹喊到一边问清楚，就由远及近传来一阵匆匆的脚步声，是魏夫子和另一位冯夫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书院是读圣贤书的地方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秦燕在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就自知他坐着轮椅，无法帮妹妹将打人的事情顶下来。他立刻装出一脸受惊的样子，衣袖掩口，用力咳嗽，好像要把5脏6腑都咳出来一般，一下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父子，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青林与我走到这里，忽然这几人就拦住我们的去路。我今日是第一次来上课，跟他们实在是不熟。话里话外都在意有所指，绝口不提为何这4人此时会全都躺在地上。刘明策这会儿还躺在地上，他的腰疼得要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给撞断了，不敢轻易起身。他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他私带外人进院，还殴打同窗。他们这才注意到现场还有个小丫头。这私带外人应该是真的，不过这殴打同窗，秦燕自己都站不起来，难道魏青林动的手？反正总不能是这个看起来才几岁的小丫头吧？这件事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是看新同窗出行不便，我来帮忙的。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父子，我们2人都没有这个本事，是他们突然意见不合，开始内讧，才闹成这个样子。你们来之前，青林正打算帮我把轮椅推走，远离这是非之地。这家伙看着一副故作清高的模样，怎么比我还能够颠倒黑白呀？他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他身后的小丫头动的手，那是他妹妹。秦燕就等着他说这句话呢。父子们，我妹妹才7岁，长得甚至比同龄的孩子还要小些，她怎么打人？还是4个男子。这小姑娘长得小小的，脸上都吓白了，还打人？她怎么不说是从茅房出来，让树给打了？同窗们哪不知道刘明策是什么人，心里都觉得这家伙挺不要脸的。虽说他一直都这样，可这不但欺负新来的有腿疾的秦燕，栽赃都栽到一个小姑娘身上去了。
刘明策哪里不明白这些人的表情和眼神是什么意思，他都要气疯了。你既然在这儿，你总是看到了，你说。魏青林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眼刘明策，就是他们过来堵人。他含含糊糊地认可了秦燕的说辞。刘明策，你们在书院结党，还一起来欺负同窗，圣贤书就是这么教你的？冯夫子向身边瞥了一眼，他可是收了刘家好处的，在书院里发生的事儿，只要不太严重，他对刘明策都得回护一二，更不用说眼下这情形。一码归一码，首先咱们得弄明白，你怎么好端端的还把外人随意带来书院，还带到了这里，这可是绝不允许的。他拧眉盯着秦燕，这才入书院第一日，就这样惹是生非，必须得按规矩罚。夫子且慢。秦燕的脸上丝毫没有对方想象中的紧张和害怕。她虽是我妹妹，但这不过是我们私下的关系，她也是这书院的人，算不得外人。在众人的注视中，她是院长的入门弟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所有人都被惊掉了下巴，学子们的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在这个小丫头的身上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松鹤书院就是冲着郑举人来的，别说是收为学生，放课后能遇到他指点一二，都会时常觉得受益匪浅。很多学生几乎都想象过，说不定只要认真读书，哪日就会被院长赏识收为弟子。没想到真正发生后，这弟子竟然是个7岁的小丫头。对，我是先生收的弟子，应当算是所有同窗的学姐吧。他叉着腰，你们不敬学姐，刚才还说要打我呢。秦燕听他说的不像话，伸手轻轻在额头上给了他个脑瓜崩。什么学姐，一听就不是在这书院里听到的话，定然是偷看父亲生前私藏的那唯一一本画本子了。亏我还特意藏了高处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。小妹，孩子心性，说话胡闹，我在这里代为赔罪。学姐称不上，最多算个学妹。他转过头，今日这件事按学校规矩处罚。刘明策，你们4个回去将现今在学的书卷抄一遍。至于秦燕和魏青林同窗争执，你们没有尽到劝诫之责，去藏书阁打扫，直到上下干净为止。藏书阁是书院藏书之地，可不是谁人都能进去的，这分明是明罚暗赏。哥哥，要是有人再欺负你，你记得去先生那里找我呀。冯夫子是跟魏夫子一道去找院长的，他得亲自去确认一下这个小姑娘的身份。方南之本来找到哥哥还帮了忙，更是知道了神仙哥哥给的大力丸非常好用，一路上心情都很好。等他远远看到自家先生的时候，突然有点唏嘘起来。这是去哪里调皮了？魏夫子还没开口呢，一下子就听出来了，院长肯定对这个弟子疼爱有加。魏夫子笑着把刚才的事说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虽说是个小丫头，但既然都在书院里，那就是同窗，跟你的学生一样，等今日的课上完，都去藏书阁吧。这件事就算这么定了。冯夫子离开院子的时候，脸色还是阴沉的。他有个孙子，聪慧无比，他老早就想过要送到院长门下，可几次都被拒绝了。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收个字可能都不识几个的丫头当弟子，他凭什么？院长的主可不是别人能做的。院子里，方南之心中正兴奋不已。刚才神仙哥哥说我的强制任务完成了。神仙哥哥，为啥早上拜师的时候没完成，这会儿才完成了？系统却没动静了。方南之挠挠头，难道刚才的事儿也跟拜师有关？如果我没有去保护好哥哥，哥哥就不能在书院念书了。原来竟然这么严重，真的好悬。另一头，秦彦正和魏青林也一起回了书堂。恭喜宿主教导妹妹认字任务阶段性完成，奖励健康值20，奖励100种蛋糕的做法。宿主日常任务更新，新任务为辅导督促妹妹完成课业，为妹妹确立人生目标。这次给的倒是不少，难道是每个阶段性的完成奖励都会多一些？他心中有了猜测，就更可惜系统说的那100个蛋糕做法，要是能拿到，他娘也就不用整日自个儿琢磨了。香香软软的千层蛋糕、提拉米苏、黑森林在他的脑海里闪现，每个看起来都好好吃，原来蛋糕有这么多种啊！郑举人的戒尺在桌子上敲了敲，方南之一下子就精神了。读书一定要多多完成任务，好好在学院学习，多帮上哥哥的忙。神仙哥哥说不定还会给我许多奖励的。到了晌午，他又跑去找秦燕了。魏青林，上午你见过的，是我的同窗，这是我妹妹南芝。喂，哥哥好，我记得的，你当时想带哥哥跑，不过没跑成。魏青林被噎了一下。南芝，你上午那个，你是天生神力吗？可方南芝又不能回答，只能回以憨憨一笑。我可没有什么天生神力，天生神力的是我二伯，我只是吃了丸药而已。村里，方童自打到家也没闲着，家里有2头牛，这牛棚子就不够大了，
幸好如今也不是进伐的月份，他上山去弄了木头下来，拉回家埋桩搭棚。方哥，你看这些土和草够不够用？差不多了，把这边的地再填高点，棚子顶我上去弄。行，你小心点，二哥。二娃他们帮忙搬了东西，填了土，还有打鸡蛋的活要干，剩下的都是他自己来，吭哧吭哧一直干到下午。等忙活完的时候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他又火急火燎地赶车进县城。书院门口，兄妹俩下学后已经等在这了。芝芝，你没有什么想跟哥哥说的吗？方南芝心虚低头，对了对手指，不敢说话，更不敢看他哥。不管是什么缘故，你年纪小，以后除非是真正危险的时候，不然啊，不能随便在别人面前这样，知道吗？方彤这会儿已经走到这条街上了，远远的就看到书院门口的2个孩子。儿子，闺女。耶，这是咱家买的牛车吗？方彤一边点头，一边将秦燕抱上车，然后把闺女也抱上去。你俩今天第一日上书院，没被欺负吧？欺负没有呀，是我先动手的，都给人抡飞了呢。又问今日学的咋样，秦燕表示还可以，父子讲的他都跟得上。跟先生读书的时辰也太长了，我好想玩呀！以前哥哥都只教我半日的。方彤没搭理他闺女，他不想给孩子压力，可也不能顺着他说不学。车架上绑着的竹筒里头是热牛奶，你俩分着喝了。等到牛车进村，天刚刚黑。还想着忙完作业来得及，你们就回来了。这牛车是真快啊！没事的，婶婶，我先去写先生给我留的课业。我也有课业，还不急。方南之年纪小，郑举人给他留的课业不多，很多夫子给学生留的课业是为了巩固学到的知识，以免忘记。偏偏这小丫头擅长的就是记，学了就很难忘。她写完后，等墨迹干一些，转头见哥哥还在埋头用功。这种别人写课业自个儿不用的感觉，好好啊！秦燕似乎有所察觉，小丫头立刻收回视线，撒丫子跑了。要是哥哥见我没事，再抓我血旁的，那可糟了。才跑到院子，听见棚子里的牛好像在叫，脚下一转，看牛去了。这新买的黄牛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赶路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会儿在牛棚里一直在哞哞的叫。来来，再吃点草。幸好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这吃草喝水都没事。方南之过来也抓了把草，放到他爹做的食草里。父女俩蹲在草棚前头说悄悄话。方彤这才知道闺女真吃了神仙给的大力丸。对了，爹，系统哥哥今日还告诉了我好多好多蛋糕的做法，他说有100种。多少？爹，如今我认字了，也不用找哥哥看了，可我要咋告诉婶婶呢？还说是我娘留下的。那你先告诉爹2、3个，剩下的呀以后再用，爹记下来，以后啊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方南之对他爹再放心不过了，仔仔细细的讲了3个，让他爹记住就不管了。我想骑牛，我要是骑牛在村里走一圈，肯定很威风，村里的小伙伴都得羡慕。下次吧，这牛刚来咱们家还怕生呢。我这闺女啊，怎么越来越皮实了？方彤转头就去了灶房，见灶台上放着小炒肉，闻着特别香。还做啥呢？烙点饼。他本来以为是平日吃的粗面饼子，伸头一看是薄薄小面饼，估计是要卷菜吃的。前娘，要不你下次再做这饼子的时候啊，不加水，加鸡蛋和牛奶呢，那是不是得老香了？是不是最近喜事太多了，你高兴疯了？吃这么好，还加鸡蛋牛奶？嘿嘿，这不是在琢磨蛋糕的新样式吗？换个做法就是另外一种。那行，等吃完饭再说。一家人狼吞虎咽的吃完，方彤就拉了钱凤萍去琢磨点心。你烙饼，我也琢磨琢磨。他回忆着闺女告诉他的法子，直接拎了1大桶牛奶。为了不让钱凤萍生疑，他直接钻到西屋开灶，将牛奶一股脑倒进去，生火加热。这牛奶还不能煮糊了，得一直搅拌。煮开了之后，把牛奶倒出来放凉。中间他去灶房看了一眼，钱凤萍那边的饼皮不是很顺利，他转头去找了根杆子鼓捣半天，又偷摸把闺女喊回屋。闺女，你看看这个跟神仙告诉你的东西长得一样不？爹，你这不对，神仙的是围一圈的，你这是把子。神仙给的方子里需要一个工具，一根杆子，前头一条条的围成一个圈，前头还是收口的。方彤在闺女的纠正下，总算是把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给做好了。这东西，这有啥用啊？抓又不能抓，敲又不能敲的。他吐槽一句，将手里的东西放到装牛奶的木桶里，之前告诉他的还没忘了，接着就得扯着上头缠上的绳子转，至少也得转2刻钟。得，这剩下的呀就是力气活了。方彤开始吭哧吭哧干活，过了好一阵，钱凤萍听到这边的动静，过来看他在干什么。你这是吃牛奶，你折腾他干啥呀？嗨，没事儿，芝芝那丫头，这牛奶放久了不是有奶皮吗？她就爱吃那个皮儿，我这不干脆给她弄点出来。还说不用我操心呢，这时候还是得用我啊。
你看这满头大汗的，我来吧。方彤哪里乐意让他干这力气活，可他非伸手抢，他才松手拿手巾擦汗。方南之探头探脑的，这次没过多久，他就看见木桶里飘着东西了。爷，你看，是不是你打过头了？这都不是奶皮啦！钱凤萍赶紧停手，三个人围着木桶，方彤把里边分出来东西用勺子捞出来。这是啥东西啊？怎么跟猪油似的？爷，这是从牛奶里出来的，应该也是油。哦，那完了，这下没奶皮子了。得，这东西啊，我还是捞出来吧，等到做东西的时候给它用了。好啊，爷，这能不能做蛋糕的时候放一点？那不得老香了。父女俩一唱一和，钱凤萍愣是没听出一点问题。这蛋糕里要是放这牛奶出来的油，这蛋糕得卖多少银子啊？这东西当然不能直接用来做蛋糕，在神仙的方子里，这叫黄油，是拿来做一个叫奶油的东西的。那啥，我找个东西放上去啊。方彤跑到灶房，把黄油里最后的水分给压出去，放到了碗里。千娘，你这饼做的如何了？我就放了点牛奶，打了个鸡蛋，还加了点糖，最后加了白面试了下，就照着饼皮子的法子做的。就这牛奶好像放多了点。我去，这不就是方子里饼皮子的做法吗？我这新媳妇儿莫不是个做吃食的奇才啊？虽说不知道跟神仙的味道一样不一样，光看这样子啊，应该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。哎，千娘，你看啊，这饼也跟卷饼似的，这得卷点东西才好吃吧？要不咱干脆用这个刚才弄出来的那个油做点啥吧？俩人琢磨半天，决定早点睡，第二天再说。其实第二日一大早，方彤就早早爬起来了，到灶房去生火。这方子上说了，这东西啊得放6个时辰。这幸亏啊，如今天已经渐冷了。弄完这些，他才去叫儿子闺女起床。钱凤萍听见他喊人的动静，也跟着就醒了。一家人还像昨天那样，他送孩子们去书院，白天回到家里就在那一边干活一边琢磨吃食，还把神仙方子里写的工具，昨天那个搅拌牛奶的小号给做出来了。爹，做的咋样了？嘿嘿，等吃完饭你就瞧好了吧。吃完饭，他就拉着钱凤萍，让他做一些昨天的饼皮。今日他也不避着人了，也在灶房开始干力气活，打发奶油。两人忙活好一阵，总算是都做完了。这啥东西啊？这牛奶做的？方彤让他尝尝，太软了，像没吃东西似的，好像也没放多少糖，就一点点甜味。嘿嘿，你做的饼皮子也是甜的呀，卷起来吃吃你就知道了。他像做卷饼似的，在饼皮上糊了奶油，再卷起来包好。那你再尝尝。不了，做一个这么麻烦，端去给孩子们尝尝吧。嘿嘿，没事儿，都有份儿。方彤卷了4个，其中有一个包的不是很好看，钱凤萍上手包了一个，比他第一个还漂亮，他就不动手了。两个人将这4个卷子端出去。来，孩儿们尝尝，这是我跟你们娘琢磨出来的。方南之心道着毛巾卷，总算是做出来了。啊呜，好吃啊，比蛋糕还好吃。秦燕尝了一口，确实好吃。没想到这么快就琢磨出新东西了。多亏了你方叔，他今儿个可干了不少事儿，我就做了外头这个饼皮。千娘可别这么说啊，这得多亏了是你手巧，我是一点都没帮上你的忙。这卷呢，也是你卷的好看，你这手啊真是太巧了。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吃完，就各自睡觉去了。秦燕躺着却有些睡不着。系统刚奖励了蛋糕方子，方叔就这么巧琢磨出了新蛋糕，再加上芝芝身上的反常，那个不应该存在的神力。最关键的是，前个早上方叔跟他说的那些话，冥冥中秦燕似乎抓到了什么。自从系统绑定他，多数任务都跟芝芝有关，那么有没有可能芝芝或者方叔身上也有秘密呢？秦燕怎么都想不通，起身摸到轮椅去茅房如厕。进去时，他看到茅房角落里的新的椅子，今日方叔接他的时候就没有将椅子带回来，他还以为是忘了，没想到是新做了一把。此时看到这把椅子，他的心里胀胀的。无妨，无论方叔和芝芝的秘密到底都是什么都没关系，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。一日一早吃完饭，方彤两口子正装货。秦燕、芝芝，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。一下子从房间里窜出来，就看到他左手右手一边一个竹编的书箱。谢谢铁柱叔，我最喜欢铁柱叔啦。他蹦蹦跳跳的拿起自己的书箱，还跑去给他爹看。多谢铁柱叔。爷，你看铁柱叔给我做的书箱是不是很漂亮？不等他爹回应，小丫头看到灶台上的热牛奶，用勺子盛一碗拿出去了。铁柱叔，给你喝牛奶，热的。这昨晚夸的还是我呢，这孩子。行了，快把书都装好，咱们得走了。饕餮楼，方兄弟，你们还接不接得下别的单子？他使了个眼色。城里大户订的。嘿嘿，大单嘛，我接过，给贵人的，要定制，要好看。赵掌柜，等等，我得先给你看几样东西。
他把早上做完包好带出来的吃食小心翼翼地拿出来。赵掌柜一看他这架势，就已经期待起来了。方彤拿出来的第一样就是日做成之后全家人都说好的毛巾卷。这是啥东西啊？皮子看起来跟煮鸡蛋似的嫩，可透亮得很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吃食。这还不止，方彤拿出来的第二个是奶油卷，把平日里做的蛋糕粉成平日里吃的饼子薄厚，再把做毛巾卷用的奶油放上去卷起来，两边切断就成了。第三个是他做奶油卷的时候一起做出来的，把蛋糕片几层叠在一起，这回奶油是抹在外头，上头还写了字。赵掌柜，您看看。赵掌柜看着这桌上的东西咽了下口水。等会儿兄弟，你慢点说，先跟我说说这个。他指着眼前的毛巾卷。啊，叫毛巾卷儿。毛巾？赵掌柜表情有点奇怪。确实有点像，但这名字糙了些。嘿嘿，我这大老粗也起不出来什么有学问的名字。您呐，或者是有其他客人要是想卖的时候想起个啥名字都行。这有钱人和读书人都一样，干啥都有点讲究，换个名字保不齐就能卖老贵。来，您尝尝就知道了。赵掌柜尝了一块，这从来没有过的口感和味道。新奇，这可真新奇。嗨，这世上好东西有的是，这买东西不就讲究新奇吗？当然了，咱这味道也不差。赵掌柜又尝了一个蛋糕卷，这是蜜饯。还真不愧是赵掌柜啊，还是您懂吃。对喽，这一层层的蛋糕中间呀，我加了碎果脯。果脯是他上次从府城买回来的，还有果干。赵掌柜一口气尝了3样，竟然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。方兄弟，说吧，什么价格？奶油卷70文一斤，毛巾卷65，剩下的这个奶油蛋糕得要看大小。今日这个是4寸的，120文一个；这6寸的是180文，8寸的224。他说完价格，就在观察对方的表情。兄弟，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我实话实说，你拿的这些东西，咱县城都没人见过。我订货也是背着风险的。你看看，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奶油卷给了66，毛巾卷60。这奶油蛋糕真不能再便宜啦？真不行。这是方同路上琢磨过的。这东西可费功夫了。别的不说，这果脯啥价格呀？您比我还清楚。这奶油蛋糕这么大一个，用料还这么足，能买得起的客人也不差那10文8文的。价格说定，两人当场就把合同签了。赵掌柜，您说的那个额外的单子放心，我正好去问问，看看你这新品人家有没有考虑。赵掌柜想了想，你看看你下午方不方便再来一趟啊？他本来也要来县城接孩子，不过表面上不能这么说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这是咱们的正事儿，别的呀都得往后稍稍，您就放心吧。事情谈完，赵掌柜喊程小虎帮忙送客。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大成通知你收栗子的事没有？收到了哥，都已经在办了，保证给你整得漂漂亮亮的。从饕餮楼出来，方彤又去了茶楼和聚香楼，单子全签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，嫂子也厉害，做啥像样啊！是吧？这以后啊，你娶媳妇儿也得娶个好。真有好的入赘也行啊，赘个好人家。两人一路说笑的赶车出城，回家干活去了。下午，方彤到书院接孩子，接到后去的饕餮楼，先把车停在后门，让2个孩子在背风处等一会儿，他自己进去。一进去，他就看见赵掌柜从柜台后头抻着脖子往外看，一见到他就赶紧从后边绕出来，伸手招呼。两人去了后边屋子。有了，大户要70块蛋糕，奶油卷和毛巾卷各10斤，奶油蛋糕8寸的要8个。这么多？方彤原以为大户人家订货无非就是摆席桌子上放一点，或者送礼送人，没想到这大户也太大了。方兄弟，你赶紧回去，人家后天就要。这是我的定金，你看够不够？方彤打开钱袋子仔细一数，够了，我这就回去做。赵掌柜带那位大户写了个气，方彤赶紧离开，赶车回村。这会儿啊，你刘婶子他们应该已经干完活回家了。闺女啊，去挨个叫他们到咱家干活。交给我。一溜烟往刘婶子家去了。方彤赶车回家，先将儿子安顿好。钱凤萍见他匆匆忙忙的，一问也大喜过望。那大户要了这么多？是啊，所以啊，咱们今儿个得卯着劲儿的干。这银子是一回事儿，再说了，人家赵掌柜相信咱，给咱拉了这大户，咱呀不能给人家办砸了。最后呢，这干好了，说不定啊还有大单子呢。人家是有钱人，兴许还能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钱凤萍觉得日子可有希望了。钱娘，我琢磨着咱们是不是再招点人？我觉得现在的人干不过来了。对，虽然他们乐意赚这个钱，但最近一直加班加点的，也不能把人给累垮了，就招一个吧。他们这买卖有方家的事情前车之鉴，必须得找信得过的人，得找心肠好的。
俩人一琢磨，都觉得村长的大儿媳妇陈氏不错。她确实不错，干活利索，还能吃苦，我觉得行。对，而且呀，她是村长的儿媳妇儿，这样一来呀，咱这买卖跟村长家也算是有点子关系了。这以后啊，再有什么事儿也好说话。哎，对了，那周老爷子家的儿媳妇儿，你觉得咋样啊？行啊，有啥不行的？白嫂子可精明着呢，也勤快。方彤心里没说，他提白氏，再有一个就是因为白氏离方家那边住得近，以后万一有点啥事，到时候也算个眼线。行，那钱娘，你们好说话，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。行，他亲自上门，先去的村长家，将这件事情说了。干，这活我干了。这地到手里的钱，谁还能往外推呀？行，那咱们的说法你应该也知道一点，得让村长做个见证，签个文书。行啊，走，这就回去找我公爹签了。不急，我再去找一下白嫂子，问问她那边要是成啊，我一会儿带她过去。哦，行，那你去吧，我这就回家等你去。白氏这边也一样痛快，他甚至都怕钱凤萍反悔，赶紧跟着他去村长那，和陈氏一起，两个人都把文书签了，就是泄露方子赔偿500两那个文书。钱凤萍观察了一下俩人的反应，发现他们都笑呵呵的，没有半点勉强，这才放下心。陈氏俩人吃完饭，当天晚上就来帮忙了。钱凤萍对他们很有耐心，细细的教了他们蛋糕的做法，当然也只有蛋糕的。这2日研究出来的新蛋糕做法，暂时只有他和方彤知道。一帮人熬了半个晚上，第二天又起早贪黑，加班加点的干了一整日，总算才把大户要的货给赶出来了。正巧这个时候，府城茶楼狗掌柜的人来拉货，方彤他们给装了车。临走的时候还将新吃食都装了一些，还让秦燕将吃食的价格都写在一张纸上，一并让人带回去。隔天，狗掌柜的人就来了，一同带来的还有新单子的契约和定金。秦家蛋糕生意日日如火如荼的时候，栗子生意也不差。孙大成带头，还有程小虎和几个兄弟，每个人都带了不少栗子。他们租了车，一道全拉方彤这来了。兄弟们在屋子里坐着，跟方彤聊收栗子的事儿。哎，小虎，你这些都是在哪收的呀？你不是跟村里闹掰了吗？搁我外婆家村子收的，正好咱们兄弟都不在那边，是远了点。钱凤萍拿出了炒完的糖炒栗子招待他们，他们吃着这甜栗子觉得可稀罕。哥，这还是第一回收来呢，之后再来送栗子，你这真能吃得下？你们就送吧，别说我吃得下，吃不下的时候，难道我还能跟你们客气啊？这第一批栗子还不是最多的，等收栗子的事儿在外村传开，大家都上山，才是真开始的时候。好了，算银子。方彤拿着钱袋子，按照之前说好的价格，一个个给兄弟结钱，大家伙手里都沉甸甸的，喜上眉梢。方老爷子带着2个孙子去了清水村收栗子。你收的是哪个栗子？方老爷子赶紧掏出带来的带壳栗子给他看。这个啊，我们村还真有，你咋收的？旁边有棵树，树下坐了10来个人，在那闲唠嗑，这会儿都看过来了。2文1斤。还以为是诚心收的，原来是个2道贩子。滚，少来咱们村骗人，老不死的。不卖就不卖，你骂人做什么？可人家汉子着急上山，人都走出去老远了。爷，我咋感觉不对啊？他们村别是已经有人来收了吧？方老爷子脸色也不好看，走过去跟树下的村民们打听。您说这栗子呀？对啊，就是俺们村人程家收的，4文钱1斤呢。那这样我也4文钱收，你们还有没有？卖给我吧。大家伙对视一眼。不了，都跟人程家说好了的，都一个村的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那肯定得卖给他呀，是不是？方老爷子听出来这是个借口。爷，人家都有人收了，肯定是不行了，咱回家吧。这栗子收不回去，还拿什么卖钱？5文有没有人卖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价格高一文，难免就有人动心了。他们就这样挨家挨户问，总算是收上来一点。爷孙3个吭哧的把收来的栗子带回家，将今日发生的事情跟家里人说了。什么同村人，肯定是又让老三抢先一步，但他也没多说什么。日子过得很快，11月才到，县里开始县试了。方钦坐在考场外的茶楼，看着考生们排队入场，不免感怀。方兄，贺兄，最近一直在看书，见到几位啊，我这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。子怀就是太认真了，要我说，咱们都读了这么多年书了，也不差这几天了，倒不如放松放松。几人寒暄了一阵，才进入正题。我还是觉得找松鹤书院的魏夫子一试。魏夫子的学问在府城也是有名气的，为人又正直仁厚，应当可以。对呀，主要是君远的表妹夫的堂兄的表姐夫，就是魏夫子的侄子，这可是个实在亲戚。许君远见友人们都看向他，赶紧摆摆手。一说到这个，几人都觉得有些可惜。上一次他们考试是找方钦的岳丈去保的，只可惜老爷子前年去世了。行了，既然大家都同意魏夫子，那咱们就琢磨琢磨，去松鹤书院带点什么东西好，正好路上就去买了。一起离开茶楼，买完东西去到松鹤书院。
此时堂内正好抽到秦燕背书，他坐在轮椅上，面不改色，声音平稳，一字不差地将课业全部背出。秦岩怎么会在这里？可这张脸，这个人，我分明没有看错。松鹤书院怎么可能收一个站都站不起来的残疾啊？方巾心中一会儿像是有惊涛骇浪不停翻涌，一会儿又好像被火焰灼烧，十分煎熬。一堂课结束，魏夫子布置好课业才出来，身边的有人动了，方巾这才回过神，走上前去。原来是这样。魏夫子沉吟片刻，既然要谈事，你们先跟我去书房吧。秦燕的视线看着窗外的背影，似乎是方家大伯。为了找人聚宝，这几人准备的东西还算周全。魏夫子仔仔细细看了几人的集书。好吧，这件事儿我应下了。多谢先生，小小礼品，不成敬意。魏夫子也没有拒绝，放到一旁后勉励了他们几句。魏夫子，刚刚我见课室内有一名少年，似乎不良于行，这样也能进书院？书院收的是有向学之心的人，不拘别的。方巾被魏夫子的视线看得心虚，身边的友人对他的提问也感觉奇怪，投来疑惑的视线。没有，只是少见，觉得好奇，问一嘴罢了。不愧是松鹤书院呀。其他人心中有想法，这种场面也都压了下去。那先生，您客务繁忙，学生们就先告辞了，日后您闲时再邀您小聚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先生不必送。他们告辞转身，突然见一个小姑娘跑了进来。夫子，您这边还忙吗？先生请您过去，有事相商。芝芝，众人又是一愣。方南芝听见这声音，唐伯，方兄，你家有孩子认识魏先生，怎么不早说？是啊，见外了不是？几人都觉得他有些见外，他们好歹也是友人关系，虽说平日里聚到一起聊的更多的都是读书，很少说家中糟心事，可这既然能跟松鹤书院论上关系，这就未免有点儿藏得太深了吧。方巾有些后悔他脱口而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照顾你哥？那也不能随便让个丫头这样在书院横冲直撞的，瘸子读书本就给书院添了不少麻烦，也应该请个小厮才是，难道一个丫头还能时时陪着念书？唐伯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是在这里读书啊。方巾都没思考，读书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读书？幸好他还记得自己身处哪里。魏夫子还在场，立刻搂住话头。魏夫子暗暗皱眉，唐伯慎言，吾有班昭续写汉书，今有惠阳公主以诗书名扬天下。除此以外，以文采才华流传于世的女子还有许多。女子读书并不会影响男子读书，除非她本身就不如女子。方巾气得胸膛起伏。方南芝算什么东西？以前在方家的时候给口饭吃就不错了，跟着他爹入赘秦家，还一起过继过去。方家养他这么大，往后连份彩礼都拿不到。都说女儿就是赔钱货，她比旁人那里外里还要多赔一份。我们方家都还没说什么呢，竟然敢站在这里跟我这样说话，真是反了天了。都说女儿就是赔钱货，她比旁人那里外里还要多赔一份。我们方家都还没说什么呢，竟然敢站在这里跟我这样说话，真是反了天了。方清雅被报错，那是什么富贵人家出身，也没敢提要念书识字，还给家里想吃食的房子。她一个村里从小野到大的孩子，凭什么呀？南芝说得好，看来你从书中学到不少，一定要好好读书啊。这几位客人这就走了，我跟你一道去。方南芝最喜欢听别人夸他了，学以致用，融会贯通，我懂的。方巾听到魏夫子竟然赞同这个丫头片子说的话，更是一句训诫的话都不能说了，只能硬生生憋了回去。魏夫子抬头时已经换了脸色，几位听到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送了。方巾几人不得不走，只是心情已经不如来的时候那样好了。走出一段距离，他还是忍不住回头，正巧看见方南芝在魏夫子面前笑开了花，两人一起朝着另一个方向离开。这里可是松鹤学院呐，多少像我这样的学子都没能进来的地方，这什么都不是的丫头片子竟然来去如同在家一般。这样的场景让他只是看着都觉得五内俱焚。秦燕一个残废都能来这里学，方南芝一个丫头片子也能来，我当初到底为什么没被收选？离开夫子们所在的院子，方兄，那小姑娘看来跟你是同族，你们……不，我整日都在读书，她一个没几岁的小姑娘，也不是很说。几人在他身后对了个眼色，这里头肯定有事。方巾不说，他们也懒得打听。他们出了书院大门后便各自离开。方巾走出去一段，见早已没了几位友人的身影，又原地折返。您还有事？我想问一下，方才我在魏夫子那儿见到一个小姑娘，姓方，是我的同族，我想问问她在这里也是跟着魏夫子读书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
您别误会，我有2个儿子，也想来松鹤书院试试，正好这都是亲戚，就想打听一下。我认得他爹方童的，我还知道他哥也在这儿读书，就是跟魏夫子。不是，这姑娘年纪小，我听人说她是被我们院长给收做弟子了。院长？松鹤书院的院长？那不是大家趋之若鹜的郑举人吗？我连书院都没进成，方南之居然给郑举人当弟子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方金想不通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书院门口，又是怎么出城回到的村子。等回过神时，他不但已经进了村，还不知不觉走到了秦家门口。秦家的门开着，里边的人时不时就拿着东西来回走动。他站在院外，都能听见里边似乎有很多人，还能听到类似锅碗瓢盆碰撞声。刘翠在院子里看到了，赶紧去告诉方童。啥？将手里的活一丢。哼，这才过去多少日子呀，这方家就坐不住了。来的还不是方老爷子，是方金，这不应该呀。他不是号称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对这些身外之物不感兴趣吗？这有啥事儿也都让他爹出头啊。走出来一看，还真是，他站到院门外，反手把门给关上了。切，小人之心，难不成我还会偷窥？他这个大哥不对，大堂兄一肚子坏水，就是要好好防备。我说老三啊，你可真有能耐呀！哪儿来的那么硬的门路，能把一个残废跟一个小丫头送去书院里读书？你既然有这本事，但凡愿意帮帮自己的亲大哥呢，也不至于让家里花了那么多银子呀。如果他早年能进松鹤书院，而不是什么乡野学堂，肯定早就考中功名了。好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。哼，我可没那能耐，有能耐的是我儿子闺女。我要是真能啥样的人都送进书院里去，我还送你干啥呀？我送我自己不好吗？就你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。你是读书的料，全家供养你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读出什么名堂来。你跟水蛭有啥区别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有什么读书的脑子呀？就是不想给家里干活，还想让家里给你掏银子罢了。以前一有什么矛盾，他爹娘就拿大哥要科举，别惹他生气云云。方金还真当他说不过了。还我不是读书的料，我闺女来秦家这些日子，去书院前，他哥随便教她学字儿，这孩子书都能自己读了，还一眼就被郑举人给相中了。你读书这么多年，咋也没去书院读过书啊？那还不是因为学啥不成，废物一个。堂兄啊，不如过阵子您再来看看，说不定啊，我都能去书院了。你咋的，堂哥，您这是要跟我过两招啊？我一个读书人，真动手可打不过总打架的混子，更何况万一打受伤了，走到哪儿被人问起，实在是有辱斯文。哼，堂弟今日之言，我记住了。说罢一甩手走了。哼，你吓唬谁呢？还你记住了啊？感情之前都没记住啊？今天刚认识啊？转身进院之前却有点疑惑，我这俩孩子在松鹤书院读书的事儿，他是上哪儿知道的呀？咋，这是没找到人互保？何氏虽然是秀才之女，但岳母早亡，她在继母手底下长大，就是个无知村妇，因此她一直不喜，更不用说何氏的爹如今还不在了。我可是方家的长子，从小就有读书的天赋，可为何这运道好像总比那老三差那么一些呢？好歹何氏还是给我生了2个儿子，这是老三没有的，只得了一个闺女，嘿嘿，算是绝了后。老三总是在爹娘眼中要差上一截儿，这方家的东西最后还不是都是我和我儿子的？可是这些日子不知道怎么了，简直像中了邪。这方童入赘，明摆着应该是翻不了身了。可他在秦家不但做起了买卖，如今连赔钱的闺女都跟着继子一起去了松鹤书院，这凭什么呀？方金攥紧手里的书，慢慢平静下来。如今考试在即，他不该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身上花费精力。他把孩子送去读书又如何？无论是残废继子还是闺女，可都无法科举。至于老三说他要读书什么的，胡说八道。书院，郑举人将书院的夫子们都叫到一处，讨论他准备过几日加考的事情。等县试结束之后，我会整理一份考题，让学生们也做一做，算是加考一场。大家，夫子们应声。方南之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。下午一放课，他就跑到乙三班等人去了。看到先出来的魏夫子，他还露出个乖巧的笑容。正在收拾东西的秦燕看到了，却笑着摇摇头。怎么了？南之妹妹，进来呀！今日有事说？还得是我哥等我。然后他看了看魏青林和于正海。咋，是咱俩不能听的？那倒不是，还真就能听。不过我这消息对几位哥哥可是有大用的，不能白说。嘿，你这丫头，你哥说你就该读书，我看你做买卖也不能差。秦燕也这么觉得，还不熟的时候，他觉得方淑人应该不错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可爱开朗的芝芝太像他了。那我先出去吧，就伙房明日加菜。方南之眼睛一下子亮了，
行，那我也夹菜，不过说好了啊，得真有用。我哥就不用了，夹菜我还能分你一份。几人说着话，这会儿课室里的人除了他们都已经走光了。他神神秘秘地招招手，让他们都围拢过来，这才把他刚才听到的要加考的事情跟他们说了。啥？其他2个人则不同程度地表达了震惊。不聊了，我回去看书了，你们赶路小心。我也走了，明天给你们加菜。2人一溜烟走了，方南之一脸无辜地眨眨眼睛，嘿嘿。秦燕哭笑不得地摇摇头，跟他一起也离开书院。没想到回家后，方南之晚上饭多吃了些，打算出去找初花玩一会儿。芝芝，课业做完了吗？做完了呀，我吃饭前就做完了。那正好，该做哥哥给你留的课业了。啥？想逃跑？可是已经被哥哥给挟持了。哥，要加考的是你们，我又不用升班，我还要分你加菜呢，你不能恩将仇报啊！方彤他们正在灶房里干活。这俩孩子一天天的净胡闹。翌日，方家人又是在方银的敲锣打鼓中醒来的。爹娘，大哥大嫂，我饿了。之前还想找个机会偷偷把锣给扔了，没想到这方言也不知道真傻还是假傻，他给藏起来了。一到饭点就敲，谁敢教训他，他就往院子外头跑，大喊大叫的引邻居看。方金从屋子里出来，顶着2个黑眼眶，像是要吃人。二弟，你这么闹腾，想要干什么呀？我饿了。方金闭了下眼，攥紧拳头。要不是打不过，他沉着脸去了方老爷子屋子。爹，方二弟走吧。把老二放走，这能行？赚钱的蛋糕方子咱们还没问出来呢，他要是走了，咱们问谁去呀？现在哪还是说什么蛋糕的时候啊？难道老二就能问出来了啊？你看看他日日这个吵闹的样子，他肯定是方彤给他出的主意啊，让他这样没日没夜的折腾，让家里没个消停，这我还怎么念书啊？方老爷子沉默了很久，显然不认可这个提议，也不情愿。方金现在身心俱疲，还能听到外面老二吵着要吃饭的声音。爹，您还想什么呢？这家里头难道不应该以我读书的事情为先吗？把这个傻子关在家里，他有什么用啊？他要是能说方子，他早就说了。老二怎么说也是我儿子，方彤叫人给过继去了，要是老二跟着他不回来，那想要把人留下来也无妨，那您就按1天3顿让他吃饱喽，他自然也就不会打扰我了，只要您养得起。这咋行啊？你弟能吃多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些日子他吃不饱就抢，他一个人就能顶咱们全家的，哪能由着他吃啊？所以呀，您让老三养他不好吗？只要您不跟他断关系，他永远是您的儿子，他是我弟。不仅如此，这人到老三那儿去帮忙，您肯定是要去谈工钱的，就跟老三雇佣那些人一样，哪个不给人钱？总归呀，老二如今在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他这么大个人了，赚银子孝敬爹娘那也是应该的呀。他觉得儿子说的对。灶房这儿，方银正在看着大嫂做饭，没一会儿就见他爹沉着脸过来了，他赶紧一脸戒备的起身。老二，你不是一直念着你三弟吗？走吧，我带你找老三去。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方老爷子见他在家里折腾的鸡飞狗跳，一说要去找方彤，竟然乐成这个样子，心气儿也不顺。快，饭，吃完找弟弟。还吃什么饭呀？直接到你弟那儿吃。方银其实也不爱吃方家的饭，可他知道自己吃的多，总是吃不饱，在家吃了，去三弟那就少吃一顿。走不走？不走就再也不让你去了。一听这话，赶紧跟着他爹往秦家去了。父子俩他们到秦家的时候，方彤跟铁柱刚把货装上牛车，方老爷子离着老远，就看到那牛车上堆的大筐小盒，知道这些都是方彤卖出去的栗子和蛋糕，一下就眼热了。嘿嘿，大伯，这么早啊？叫什么呢？我是你爹。这过继文书都签了，大伯，您要是真的不记事了，赶紧让堂哥带你去看看郎中。你以为签了张纸，老子生你养你这些年就不算了？白眼狼！果然是记性不好了。您不会忘了吧？小时候您带我和大哥进山，大哥掉进坑里，还把我也给拽了进去，你让大哥踩着我上去。多少年的事儿了，谁会记得？然后你跟我说你大哥手破了，我先带着回村上看郎中，带绳子回来拉你。结果呢，我一个人在坑里待了一个晚上啊。您可能不记得了，但我可记着呢。这山里的夜晚有多冷，这件事情我永远也忘不了。您呐，放心吧。爹娘生你养你，你还记上仇了？你当把一个孩子养大这么容易的？谁家孩子没有点病有点灾的呀？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是吗？谁家有您这么偏心的爹呀？
大哥大冬天的想吃鱼，您带我去河上凿冰窟窿，这冰面破了，我掉下了水，差点没被冻死。回来之后生了场大病，还是我偷了家里的银子，让二哥去给我请郎中，不然呢，我今日就跟二哥一样，都给烧傻了。其实不止这些，当年他头一次去城里给人打杂工赚的铜板，全都叫他爹给收了，说是他们出的银子都得先给大哥当娶媳妇的彩礼，然后再轮到他们当弟弟的花钱。从那之后，他就什么都不干了，不上工不下地，反正做什么都是便宜大哥。既然家里啥也给不了他，至少他不去干那些脏活累活，还能给自己留个。他确实这些年都没想起来过，因为他并不觉得这算个事儿。5根手指还有长短，你大哥那不一样，他……行了，大伯，你今天来也不是要说这个的吧？有话直说。方老爷子这才想起来，他今日是来干嘛的。方彤听见一点木门的动静，一转头看见他闺女把门开了个小缝，方爷也看到了，叫着要跟芝芝玩。方老爷子事儿还没说呢，哪能让他这么直接跑了？方银看向他弟，结果他弟也使了个眼色，不让他动。他委屈，他不懂，他老老实实的蹲在原地，用不知道在哪儿捡来的石头在地上画来画去。我知道你跟老二兄弟情深，这不嘛就把他带来了。正好我听说你这买卖忙，前阵子还招人来着，正好你二哥有点力气。不过这个工钱你得多给点啊，毕竟是亲兄弟。说的可真好听，不就是想从他这拿钱？不要，我这人够了。这跟想好的不一样啊！不要，那你怂恿老二一天天闹腾啥？啥？这话可不能红口白牙的说呀。是他干的，但他就不认。您也不想想，我家如今这买卖做的，要是缺人，只要是去村里吆喝一嗓子，那来应工的能从村头排到村尾。方老爷子这下完全无话可说了。昔日被人嫌弃的混子们，眼下那在村里都成了有出息的好小伙，不少有年纪合适的闺女的家里人都见天琢磨着结亲呢。毕竟是灾年，能赚钱的活计，谁不想要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呀。二哥这人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那吃的比我家拉货的牛还多，这一般人家谁养得起啊？这吃的多，反应还慢，我得多缺人才能花钱雇他呀，对不对？三弟，你欺负我干啥啊？捣乱！没看正说到关键时候呢，画他的小人得了。方老爷子被说得哑口无言的，他想说的一切都建立在秦家想留老二的前提下，可这……你就真不想帮帮他？老爷子试探的太明显，没意思。想啊，不过这想有啥用啊？我这忙前忙后的哪顾得上他呀？要我说，这事儿啊，还得靠大堂兄。等大堂兄高中秀才，我就让我媳妇儿给二哥说个媳妇儿，这10里8乡啊都走一走，到处说说是秀才的亲弟弟娶媳妇儿。想反驳，又想着这事儿还没谈妥，只能忍了。既然要靠老大，那也是以后的事儿，咱们说的是现在。而且老二这个脑子，就算是秀才公的弟弟，能有啥好人家乐意呀？这您就不懂了吧？我教您啊。他兴致勃勃的。就这么说呀，到时候啊，到处去说说这秀才公的弟弟是咋傻的，这可是为了他大哥。那能当秀才的读书人，能是忘恩负义的人吗？肯定不是啊。那大哥肯定就得养这个弟弟一辈子，这么好的事儿，说不定就有人家乐意呢。当初方银发热，家里不是没银钱请郎中，只是方老爷子舍不得，说那是要给大儿子买书的银子，最后也真买了本什么诗集。好好一个人被耽误成个傻子。方彤，就算你过继出去，我跟你认的爹那也是一个爹的兄弟，往上数都是一个祖宗的近亲。真好笑，就他们家人干那些事儿，还是多提醒提醒自己吧。尤其是方金，表里不一，虚伪的要命，早晚出事。方彤，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，你不能不管你二哥。那要不这样，跟别人一样工钱就行，好歹让你二哥也有个活干。他不考虑敲诈一笔了，还是先把人送走要紧。方彤听了这话，摸着下巴，假装思考。也不是不行，不包吃住的话。不对，得包吃住，咋能不包呢？来回往家跑也不方便呀。那就不可能和别人一个工钱了，这对别人不公平。方彤摆摆手，那就按一半来，5文钱一日。这也太少了，还是……爹，我饿了。方家人现在听到方银喊这3个字就头疼。爹，家里昨可不是买鸡蛋了吗？你们还偷摸的，我都看见了。给我煮几个不？我吃6个就够，今日就不抢你们饭了。5文就5文，但是说好了啊，包吃包住。他胃口多大你也知道，他要是说在你这儿吃不饱跑回家去，那可不行。方彤本来还想再装一下为难，可是人也不给他这机会，蹭蹭的就走了。他无语的跟到门口，也不说把老二的铺盖拿来。这好一通折腾，就是为了让方家心甘情愿的把人送来，给点工钱也不错，反正也不会给到方家人手里。而他们到时候想再带走人，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容易了。
行了，二哥，这人都走了，进屋吧。你不是还要找芝芝玩吗？正好，咱们一起出门。三弟坏，不孝顺哥哥，嫌弃我笨。这家伙还有脾气了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觉得二哥说话好像通顺些了。不过他们啥关系啊？还论上孝顺了？他进厨房拿了个毛巾卷，用碗装着，放到方银手里。好吃的。话音刚落，屋子门就开了。我也吃。然后又伸一只手。哥哥也吃。还不等他爹有反应，我不吃。哥哥，书上说了，凡事不可太过绝对。你这会儿不想吃，也许到了书院就想吃了，还是拿着的好。那若是我一直不想吃，放坏了岂不浪费？哥哥不要害怕，芝芝会在放坏前帮你吃掉。我看呐，是你想吃2个吧？行了，都耽搁了好一会儿了，赶紧出门吧。主要是2个孩子，别晚了。啊，对，赶紧的啊！你们铁著书等咱们半天了。二哥，你也跟我们去，带你去县城。方银在刚刚拿到毛巾卷，吃到第一口，就把弟弟坏的事给丢脑后去了。这会儿有点迷茫的端着空碗，没吃饭。老方家这是早上饭都没给二哥吃，就把人从家里给拉出来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早上的饼子还剩了，就拿着路上吃吧。我再给哥装2块蛋糕。方童先去牛车那儿，让铁柱今天不用跟去县城了，他要带他二哥去，让铁柱留家里炒栗子。铁柱当然没意见，干啥不是干。他们一直问我，弟弟蛋糕是咋做的，我不说，他们还给我买了糖葫芦，让我说了方子就给我，但我没说。哇，二伯厉害，讲义气，像书里写的侠客。厉害啥呀？你俩记着啊，下次再有这种事儿，就得把糖葫芦拿了，说个错方子。让他们费时费力白琢磨一场，不是更爽？方南志恍然大悟，秦燕无言以对。一直以来，他也算是见识到方叔教育芝芝的法子了。糖葫芦到手，记得要当即吃了，别给人留下把柄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呐。方童今日带他二哥来，除了送货，主要是要带他针灸。货和孩子都送完，他们就去了在百通巷的周宅，牵着牛车，不方便从正门走。他先敲了正门，跟门房说明来意。是方家府上的人吧？我们老爷说过，您先容我禀报一下。没过一会儿，门房出来了。那牛车您不用管，我叫人牵后头去，您几位跟我进去就成。方童带着他哥，两人跟着仆役进门，还没走多远，他就看到个熟悉的面孔，这不是县城大人吗？之前他买牛2次去县衙弄文书，都见过这位大人，高傲的很。这会儿县城正站在周老神医面前，一直在陪笑，看样子事情还没说完，他们只能先等在不远处。不过这对话方童倒是听了个清楚。周老，县市府事都结束了，县令打算宴请童生，您要是愿意出席，请你转告县令大人，我已年迈，既然是告老还乡，只想过些清静日子，太热闹的事儿啊，也不适合我身体修养。周老，您看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毕竟以您的身份呢，也是我们这儿最有名望的人，县里只是想让年轻人呢有个能拜见您的机会。这家伙还挺替年轻人着想的，那咋不替老人家想想？就是招人给县令撑场子，为了自己那点面子，怪不要脸的。我是个行医的，对县里的年轻人前途也没什么帮助，与其请我，不如去请些做学问的。周老看向方童他们这边，正好我这儿有病人来了，县城大人若是没别的事儿。这么明显的送客，县城没办法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认了。等人走了，方童才带着二哥走过去给周老行礼。行了，以后见面不用这么多礼，我如今也不过就是个平头百姓。好了，咱们进去说。路上弟弟说了，这是要给他看病，他得听话。我记得上次你们是全家人一起来的，看来今日只有你们兄弟来县城了。周老一边施针，随口闲聊。我媳妇儿没来，不过2个孩子是一起进城的，他们如今都在书院读书，就不能再跟着我到处跑了。哦，送去读书了？对，都在松鹤书院读书呢，已经有些日子了。方童一家人是农户出身，还能都送到书院读书，这当爹的不错。如今看来，这一家人都有些智慧，这样的人家可比什么办席的县令值得来往多了。今日下人跟我说，村里的房子再有半个月就能建好，下次你们还来这里，再下次呀，咱们就是在村里见了。嘿，那感情好。虽说如今要送2个孩子去书院，来县城一趟也没多麻烦，可等周老搬到他们村去，那就是同村了，是好事。今日何氏也带着大儿子进城了，他们是来给春和茶楼送货的，没办法，老爷子带着小儿子去别的村里收栗子去了，家里也就他们能出来。栗子上秤没问题，掌柜的走到柜台后头，手里拿着钱袋子，却没有第一时间递过来。
对了，这栗子我得跟你们说一声，以后这栗子炒之前好好挑一挑，把那些个不好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有虫的，那都得挑出去。上一批货店里人摆盘的时候就发现有坏的，客人也吃到了，虽说人家没说什么，但你们还是得注意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行，知道了。何氏敷衍着应声，却没放在心上，满眼都是他手里的钱袋子。离开茶楼，何氏还得带着大儿子去书铺，这是得了方巾的话，要去买往年院士的题。两人就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，遇到一个书铺就走进去，问人家有没有往年院士的试题。书铺的掌柜听到何氏的来意，问他打算买几年的，何氏一下子给忘了。爹说了要买5年的，1年80文，5年那就是400文。你说啥？你们这书铺怕不是抢钱吧？几张纸就要400文，是不是看我妇道人家好糊弄？这位大嫂，我这考题一直是这个价，您要是觉得贵可以不买，我也不强卖，但你要是在我这店里吵嚷闹事儿，那咱们可得去衙门说道了。何氏还要说什么？喂，这轻松书铺价格一向公道，除非你买的多，否则大家都一个价格，买不起就别买。何氏刚想说感情不是你掏银子，就被儿子从身后扯了扯胳膊。娘，咱空手回去怎么跟爹说呀？走，去别家看看。孩儿他爹说了，县城里有门脸的书铺，好些都有得卖，他就不信了。何氏刚带着儿子走出书铺，这位嫂子，他神情有些遮掩。刚才听到2位想要买今年的院士试题，我这里倒是有一些，是以前买了自己用的，便宜卖给你们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还有这好事，便跟着他到了个僻静巷子。大嫂，我这儿不但有往年的考题，还有今年的复试，有学知识押的题，您要不要也来一份？啥？今年的？书生见他虽然来买题，却像是个什么都不懂的。就是复试考题，提前得了题，还怕考不中。何氏这下明白了，居然有人卖今年要考的题。500文。你这也太贵了，就一个题，比书铺好几年的还贵。大嫂，您怎么能把新的跟旧的比呢？这以前的题做多少也未必能考中，可这新的，你说是吧？贵是贵，但想要也是真想要。何氏便站在这巷子里跟他讨价还价，最后愣是磨了2刻钟才谈妥，420文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何氏美滋滋地揣着买来的题，带着儿子走了。看着母子俩离开的背影，书生一脸鄙夷。什么东西？呸！你腿子的穷鬼，还出来买考题？何氏带着儿子高高兴兴回村了，一到家就找方巾。方巾从书房里出来，跟他要买来的考题。他还神神秘秘地将今日在县城发生的事情说。你这个脑子里装的都是稻草啊！好歹您也是个秀才家的闺女啊，你这叫科举舞弊，被发现了要被取消资格的。何氏吓了一跳，方巾赶紧追问细节，比如他们在哪里说的这话，周围有没有其他人等等。没有啊，我们在个小巷子里说的，除了儿子谁都不在。哎呀，你知道自己不行就别自作主张，让你买点东西都能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倒不如什么都不做。我只是不懂，我又不是诚心的。不是诚心的啊？你还想怎么诚心啊？那咱就把题烧了，这万一出啥事儿上家来查，要是没有也不能说啥吧。哎，算了，我来处理，这件事不用你管了啊，跟谁都不要提起，顺便去嘱咐您那好儿子。何氏不疑有他，赶紧找大儿子去了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方晴雅难得在造房，却不是在做糖炒栗子。炒栗子如今主要是方老太太干，她是在琢磨新东西。自打分到了钱，她也算是想通了不少。她一天没去伯府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，就还得在方家讨生活。如今这日子太难过，还是得手头有钱才行。可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偏生家里啥都没有，她只能就地取材。这一时半会儿的，她在吃食上也没啥想法，倒是想起来个东西，加热包。这里当然没有太多好用的包装，他就研究了一下家里本来就有的竹筒，把竹筒弄成上下2层，上边放食物，下边放加热包，就跟现代的自热盒饭似的。他打算卖给那些科举的学子，考试的时候还能吃上一口热乎饭。这种事估计谁都想不到吧，只是他不确定这加热包里头需要放多少石灰。事到现在，方老太太见他折腾半天都不知道折腾什么，拿个竹筒在那糟蹋粮食，可偏生老头子提醒他了，说他愿意弄什么就让他弄，不过分就行，说不定还能像琢磨出糖炒栗子这样，让家里有个迹象呢。方晴雅听竹筒里这会儿没什么动静了，过去把盖子打开，拿筷子尝了一口上头的菜，又尝了口下头的饭。熟了，总算是成了。要知道他弄着能用作自热米饭的饭就花了好多心思，蒸熟之后又要放干，折腾了好几次，这还是第一次1刻钟能弄熟。虽然无论是米的口感还是工艺远比不上他吃过的自热米饭，但用来糊弄这里的人足够了。啥？这不用火就熟了？这咋可能呢？方晴雅知道跟他解释他也听不懂，干脆就当没听见，将竹筒里的饭全都倒进碗里，确定是都熟了，
方巾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，方晴雅知道这东西要有用，免不了要让方家人知道。爹，您马上就要去考府试了，我就研究了这个竹筒，下面放上东西，上面是米饭，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加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闺女有心了，这东西啊好用，每年考试的学子都很多。既然这个东西这样有用，可以试着多做一些这件事啊就交给你了。方晴雅其实心里很不耐烦他这种端着当爹架子的样子，但还是一一应下。秦族长家的佛堂，保佑子孙今年考中。他孙子今年下场县试了，县试一共5场，昨日第1场刚过去，之后还有4场。他这心没有一天能放下的，也不好多打扰佛祖。他上完香，轻轻关门出来，才走过院子，正看见他儿媳妇小何氏正在那吃什么东西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，还舔着脸招赘，真不要脸。小何氏和何氏两人娘家算是同族，只是关系远了，不亲近。也不知道有啥好吃的，这破东西也能赚钱，看来这外头人也没吃过啥好东西。直到看见公爹从地上站起来给他行礼，秦族长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他这个儿媳妇小家子气了，摆摆手就要走。嘿，爹，我有个事儿想说，就钱凤平，他如今这日子过得可嚣张了，那牛车成日在村里进进出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寡妇招赘似的。那不管怎么说，那秦秀才也是姓秦，他不好好守寡，他就是不守妇道，还大张旗鼓的。您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总盯着他干什么？咋没关系呢？爹，我这也是为了族里想，他不当自己是秦家人，那秦燕可还是秦家血脉呢。他们赚了那么多银子，难道不用供养族里？一说起这个事儿，咱们族里的读书人，难道他就不用供养了？以前秦秀才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，族里但凡是能读书的孩子，他可都帮一把呢。小何氏这点小心眼子，秦族长若是还看不懂他在想什么，他这族长也不用当了。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，现在是什么时候现世呢？一天天不惦记正事儿，这是你没事找事儿到处折腾的时候吗？我告诉你，最近消停点，就算是天塌了，你也得等我孙子考中了之后再说。小何氏一见公爹真生气了，这才悻悻退下。钱凤平怂恿的方老三，这又是入赘又是过继的，前阵子折腾成那样，如今在整个村里都是做买卖红火的，谁看着背后不眼馋？也就他公爹。一想二骂三感冒，弟妹呀，你这是遭人惦记了，就怕没什么好惦记的。他这会儿正准备给他们开会训话，头一次站人前讲话，搞得他挺不好意思的，准备了很久，但还是按照他男人和儿子教的开始讲。我说几件事啊，第一个呢，大家最近都做得特别好，你们也知道，咱家是从芝芝他爹来才开始干起买卖，也多亏了他能干，但也确实是做的时日短。眼下不管是突然加的单子，还是要货多的单子，到现在为止，大家每次都干完了，咱家的货从来没拖过一日，这都是大家能干。这是说啥呢？咱们拿工钱就是得好好干活，不然这钱拿的也不心安呐。对，再说也不过就是多做一点，也多拿钱了嘛。行，大家说的对，干活呀就是为了拿工钱，那咱们就先发工钱，剩下的一会儿再说。大家拿到自己的工钱，想都不想就开始数。今天说的第二件事啊，就是铁柱、二娃和狗蛋还有刘翠，你们的工钱涨到了20文。我的天，20文！嫂子大方，嫂子体面，嫂子大气，不愧是坠了三哥的女人。钱凤平哪见过这阵仗，耳朵忍不住微红。这下好了，干几个月就能攒够彩礼，能娶媳妇了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们介绍。大家记得以后每个月啊都是这个日子发工钱。这最后一件事啊，我肯定是希望咱们买卖越干越好的，想要做大就不能乱干。之前咱们干活都是赶着干，能干多少就干多少。这段时间下来，我也差不多知道大家干活有多快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啊，咱就把每日要干的活都定个量，这样有多有少，发工钱的时候我更好算。还有就是这人越来越多，咱们也算是个小作坊了，又是干的吃食，这规矩啊也得有，我都给大家说一说。大家都刚拿了工钱，不管钱凤平现在说啥，他们都支持。晌午，刘翠将最后一锅蛋糕出炉，然后赶着回家。娘回来了。儿子小山在院里劈柴，一看见他就跑过来。你爹呢？造访。他刚要过去，就看见王大山端着装粥的盆出来。回来了，正好吃饭。一家人坐在方桌旁边，王老太太拿着木勺子给全家人盛粥。给到刘翠的时候，她往底下捞，来了勺最稠的。如今他儿媳妇去秦家干活，一干就是一整日，忙的时候晚上吃完饭还要去，那手上磨的茧子，瞧着比下地也好不了多少，这么累可得吃饱些。说实话，刘翠过门这么久，这待遇也是最近才有的。这是今日发工钱了？是，东家说了，日后都这个日子发。他从工钱里数了些出来，递给他男人。大山，你下午拿着这些去城里买粮，以后咱家人喝粥都喝稠的。好。王老太太许久没觉得日子这么舒心了。
还是咱家娶媳妇儿的眼光好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我出门的时候别人都眼馋我呢。都说秦家除了那几个一直跟着童小子一起的，全村就你第一个去给做工的，还问我啊，咱们家跟他们现在关系咋样，还招不招人，这给他们眼馋的。刘翠听着只好笑，她又数了20个铜板推到老太太面前，王老太太赶紧给推回来了。给我干啥呀？剩下的你都留着，我这一天天在家没有要花钱的地方。娘，你就拿着吧，这点铜板又干不了啥，你要是有啥想吃的，平时在村里跟别人家买点蛋糕啥的，当解解馋啊。王老太太这下更喜得不行，笑呵呵的把铜板收下了，又是好一顿夸。你们也别着急，我眼看着东家这生意是越做越大，兴许以后还得招人呢。等他们还要汉子的时候，就让大山去试试。那可真得老天保佑方童小子赚大钱，这买卖啊一直干。王小山在一旁听着都想去干了。吃完饭，刘翠偷偷给儿子也塞了几个铜板。同一时间，铁柱也到家了。老大一个人整天家里这么多活等着干，就当看不见，天天往外跑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拿了工钱也不贴补家里，也不知道是给谁花了。铁柱只当没听见，径直进了正屋。铁柱回来了，干活累了吧？来，坐这歇歇。铁柱坐在床上，将自己的工钱掏出来，都递给老爷子。咋这么多呀？他一边用手挡上，边往外张望，听见儿媳妇还在灶房嘟嘟囔囔，这才放心，将银钱装好，藏到他偷摸挖的墙洞里。这些钱呐，都给你留着，以后娶媳妇儿，你大伯母说话不正听，你就当听不见，别管他咋说。在咱家呀，该吃就吃，可别饿着肚子啊！家里的粮食都是地里出的，本来就有你一份。铁柱本来也不是跟他大伯母纠结这些的性子，不管他爷说啥，都憨笑着应下。相比于铁柱家，二娃这会儿就轻快多了。趁着大吉还没完事，他带着俩弟弟和妹子来买肉来了。对了，你们仨下手上秦家把牛借了，去帮你们方大哥把他们家那一半的荒地给开了，晓得不？哥给你们买的这些肉，那都是因为他才有的。知道了，哥，我们一会儿就去。二娃心里其实是有点可惜的，他这些弟妹年纪都太小了，不然要是能去别的村帮着收栗子，肯定也不少赚钱。不过他也没有多着急，他是看出来了，这买卖不像是就要做一阵，才这么短时日，这货儿都做出好几样来了。童子是有这个本事的。狗蛋正往嘴里扒饭，他爷在旁边点银钱。行了爷，你都点了3遍了，咋不对呀？吃你的饭，管我点几遍呢？放心吧，赚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，到时候你再点上3遍，一天的活都不用干了。臭小子，就会胡吹牛。老爷子笑骂，脸上是高兴的。有个能赚钱的活计不容易，千万好好干，别惹事儿，别闹事儿，干活千万要仔细，别捅娄子，知道不？放心吧爷，等过一阵子让三哥给我介绍个媳妇儿，您老啊就等着抱重孙子吧。也不知道像谁，一天天没个正形，娶不回来你就住你三哥那儿吧。村里的人虽然没办法完全知晓秦家每日都发生了啥，但人的喜气是藏不住的，眼看着别人有钱赚，还就在眼巴前儿，说不羡慕是假的，就开始有人动心思了。凤平，突然听到院子外有人喊，他赶紧擦擦手出来，然后就见村里王家叔背着捆柴，一下子放到他家院门里。我今儿个上山背柴了，这一捆是给你家带的，你家用的多，别客气。钱凤平赶紧从灶房摸了个鸡蛋塞他叔手里。别，你们过日子也不容易。接下来隔三差五的，村里人不是送菜就是帮忙打水，他去洗个衣裳都有人抢着帮他洗。他饭桌上跟方彤说的时候哭笑不得的。就是吧，我还从来没被这么多人关心照顾过，我知道他们是啥意思，弄得我都不敢出门了。不敢出门是干啥呀？他们送东西你就按你的回就完了，等过上一阵子就好了。过了几次，果然上门的人就少了。这送东西人家收了还得回礼，来多了都像来占便宜的了。人家秦家的意思其实都快写脸上了。刘翠他们也松了口气，这段日子盯着他们的人也不少，秦家给了意思，他们也消停。一日，一辆牛车往村口而来，车上坐的是秦高飞和他儿子秦书才。今日县试放榜，他儿子中了42名，虽然只录取45名，排位靠后了些，但上榜就是好事，就能参加府试了。他们在县城已经逗留了一阵，周围查榜的人只要有人过来寒暄，他就能得意半天。最后还是儿子赶紧拉他走了。可秦高飞是个不消停的，这牛车一到村口，遇见人他就给停下了，开始跟人炫耀他儿子高中。啥？书才考上了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我的天，考上了，这是中了啥？秀才？不是吧，下次考上才是呢。啥呀？
考完复试才是童生，哪来的秀才？哎呀，要不说呢，我从小看蔬菜这孩子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又聪明又稳当，一看就不像咱们这种只能在地里刨食的。同个年纪，人家读书的时候，我儿子还河里打滚呢，这孩子就不一样。他这个成绩排到这个名次有点低，等真到了复试，能不能考过都不好说。他从身后拽了拽他爹的衣裳，想提醒他差不多得了，赶紧回家。可是他爹根本当不知道。大家说的对啊，你们看以前的秦秀才，16岁得的童生，19岁成的秀才，我儿子如今才14，这个年纪就考上了功名，这才是有大才的。大家说对吧？这种高兴的时候，哪有不捧着他说话的？更别说秦秀才的儿子了，如今一个残废，我听说呀，可是都不能考的，这真是哎。秦书才见他爹越说越不像话，哎呀，不至于，我如今还没考呢，怎么能跟秦先生比？爹，咱们赶紧回家吧，爷爷肯定在家等着急了。他怕他爹再说出什么话来，赶紧把人拉走了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，你爹我难得有这么高兴的时候，跟大家都唠几句怎么了？你着急你就自己走呗。秦书才读了这么久的书，对他爹真是一点办法没有，也不知道他爹是中了什么邪，就是看秦先生不顺眼，自己比不过就用儿子比，时不时就说点不着调的话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他心里，秦先生是给他启蒙过的。人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虽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比那些正儿八经拜师的，可毕竟也有一份恩情在，他不会忘。不过他也知道这些话跟他爹说不通，跟对牛弹琴没区别。